你们去招待大皇，好好招待，剩下的都去招待正远大师。记住，要热情，要拿出来你们所有的热情。正远大师可是为了你们这些苦难女子，才决定以身犯险，亲自来到这青楼，你们可不能让他失望。正远大师，奴家来了。看到一群姑娘向着自己冲了过来，正远大师也是脸色雪白，紧张地看向了陈长安。大师，开始吧，看你的表现了。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能饮酒，不如我来给各位施主讲讲佛法吧。哎呀，大师，都已经来到了这里，还讲什么佛法呀？大师，真是没想到您这么大的年纪，这胳膊居然还如此健硕。请施主自重。哟，就是捏了捏胳膊，我哪里不自重啦？大师，你觉得我哪里不自重了？各位施主，不要再靠近老衲了。陈长安坐在一旁看戏，看的那叫一个精彩呀！谁能想到这一条大黄狗居然还是个青楼常客呀？至于是正远大师就更加有趣了，一心一意想要弘扬佛法，然而这么多的姑娘一起冲上去，他哪里招架得住啊？这酒是一杯接着一杯的被灌进了肚子里面。大师，您的酒量真好。第一次喝。哟，大师，你看看我这里舒不舒服？你能再帮我揉一揉吗？大师。好，让老衲端详端详。大师。在一声声的大师之中，正远和尚已经开始有些迷失自我了。不愧是得道高僧啊，悟性就是好，融入的真快。哎，你这把这和尚都拉下水了，是不是有点太坏了呀？坏？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好人？佛门如何与我无关，但他们强行的去干涉别人，这就有点不地道了。他们想要当和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拉着别人也去当？既然他们能够拉着别人去当和尚，我为什么不能拉他们下水？大家彼此彼此。再说了，你看他不也挺快乐的吗？确实挺快乐，都他妈开始上手了，哪里还有半点高僧的样子呀？十足的一个老淫棍。足足3天的时间，陈长安就坐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如今的正远和尚已经彻底的被陈长安给拖下水了，甚至已经不需要姑娘们说什么，他就已经开始主动了起来。若不是陈长安和大黄都在这里，恐怕不知道这老和尚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啊！都退下呗。怎么都走了？施主，这是……大师，觉得如何？众生苦否？苦，太苦了。正远大师，你觉得你能够普度众生，拯救他们吗？我想过这个问题，解救的方法有很多种，如今这般同样也是解救。你就是这么解救的？口口声声罪过，现在倒好，不过才3天的时间，进化的比大黄都要资深呢。正远大师，我这个朋友怎么样啊？好，施主是位好人，心地善良，纯善之人。正远大师，你身为得道高僧，想来必然是见多识广吧？不敢当，老衲不过就是个普通的老和尚，当不起得道高僧4个字。不，您才是真正的得道高僧，深入地狱，奉献自身。不知正远大师，你知不知道一颗珠子，晶莹剔透，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而且坚硬无比。此话一出，正远和尚不由得脸色一变，看向陈长安的目光也出现了一丝警惕。你问这个做什么？这么看来，正远大师知道这个珠子了。不，这并不是珠子，而是圣佛舍利。圣佛舍利？我去，这么呀！老子的胎珠怎么变成了圣佛舍利了？圣佛舍利在天音寺？圣佛舍利乃是佛门至宝，自然在天音寺之中供奉。你为何要找圣佛舍利？因为这东西原本是我的。这圣佛舍利怎么就变成这年轻人的东西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胡说！圣佛舍利乃是什么？居然是圣佛舍利，出现的时间应该很久远才对。天音寺的圣佛舍利是什么时候突然出现的？这大约7000多年前。若当真是圣佛舍利，怎么可能出现的这么晚？这就是你们佛门中人的行事作风，将他人之物据为己有，还搞出来一个圣佛舍利的名头来骗人。好一个佛门圣地，当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可能，你胡说！天音寺乃是佛门圣地，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等无耻之事？我不信，
我不信。你不是天音寺的和尚吧？我还没有这个资格能够加入天音寺，我不过是罗汉寺的一个老僧人罢了。还说的那么好听，太虚伪了。从来只看到佛门拉人入伙，就没见他们干了什么好事。我且问你，这么多年来，佛门、天音寺究竟做过什么真正的善事？又度化了几人，造福了几人？这让那些人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难道这便不算是度化、造福吗？所以，你们就是不断的拉拢别人当和尚，除此之外，别的事情压根就没有做过，是吧？那街边的乞丐，你们有想过帮助他们吗？青楼之中，很多人都并非自愿堕落，你们有解救过几人？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人，你们想过办法帮他们解决难题吗？天底下这么多困苦之人，你们却只想着拉别人出家当和尚，这就是你们的普度众生吗？你们干过他妈的好事吗？干过好事吗？难道说真的什么好事都没做过吗？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我佛慈悲，是我们的能力不足，所以无法帮到这么多人。打住，我纠正你一点，无法帮到这么多人和不帮助这么多人是两个概念。若是每个人都略尽绵薄之力，帮助的人还少吗？若你们佛门从来不以普度众生、慈悲为怀打旗号，你们做的事情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你们口口声声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却只会说不会做，那就有点虚伪了吧？错了吗？虚伪吗？我问你，你来这里弘扬佛法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拉拢更多的人加入佛门，最好再建立一个寺庙，对吧？可这一切的初衷和他们普度众生有屁的关系？加入佛门就是被普度了。你来了这么久，有想过真正的去帮助这里的那些疾苦之人吗？你每天除了拉着别人洗脑，你还干了什么？看到正远和尚陷入到了沉思之中，陈长安并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他真正的目的已经得到了，拍出的下落呀。当正远和尚回过神来的那一刻，陈长安和大黄已经离开了青楼。各位大师，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呢，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生活在这里，就应该明白这个规矩，能够被我们佛门带走，是他的造化，是你们一家人的恩赐，别不识好歹。可他还这么小，再晚几年好不好？规矩就是规矩，别人都可以遵守，你们就不行。不要跪在这里像什么样子。别忘了，当初定下来这个规矩的时候，你们可都是同意了的。阿弥陀佛，慧明师弟不可无礼。这位施主，我们大隐寺这么做自然有我们的道理，这是为了众生，你们身为众生之中的一员，也应该有所付出。这并非是为了我们佛门，而是天下芸芸众生。我佛慈悲，善哉善哉。你就真的看着他们将儿子带走吗？你还是个父亲吗？几位大师都已经说了，咱们儿子被带走不会有什么坏处的，你就放心吧。放心？这如何能够放心？孩子还这么小，一群和尚要怎么照顾他？我不管，谁都不能把我的孩子带走，谁都不可以。大胆！孙雷毫不客气，直接一掌将妇人给击飞了出去，丝毫看不出任何一点出家人的慈悲为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师弟，你这是作甚？唉，真是想不到，我们的用心良苦，这妇人竟然无法理解。他是愚钝之人，你怎么可能与他一般见识？师兄，师弟知道错了。我佛慈悲，怎么可以随便动手伤了这无辜之人的性命？去，看看对方的情况如何了。是，师兄。此时的妇人口中鲜血不断的流出，眼神之中满是愤怒和不甘呢。好一个慈悲为怀，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怎么还想要直接灭口不成？就在和尚想要给这妇人致命一击的时候，一道声音出现，打断了对方的行为。何人在此口出狂言？我佛慈悲，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嘴还挺硬，刚出生的婴儿，你们说抢就抢。这是和尚，这是慈悲，这与强盗又有什么分别？陈长安此时已经出现在妇人的面前，左手搭在对方的身上，一股强大的生命之力进入到对方的身体。不过眨眼之间，妇人的身体便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康复了。恩公，多谢恩公出手相助。民妇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恩公能够救我的孩儿。我的孩儿才出生刚7天，还没有满月，若是被他们带走了，我真的担心我的孩子。胡说！我们是佛门僧人，又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将你的孩子带走，无非是让他加入到我们佛门之中。我佛慈悲，
这是在解救众生之苦。你……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陈长安直接出手，一掌将对方击飞了出去。好一个你父慈悲，好一个解救众生之苦。强盗见多了，如此无耻的强盗还真算是不多见。你们强行将他人襁褓中的婴儿带走，还成了大善事了。强取豪夺，这便是佛门。你好大的胆子！你居然敢对我们佛门中人动手！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这位夫人，这佛门人行事一向如此吗？以前不这样，与人为善，和和气气。可自从这大隐寺香火鼎盛之后，就立下来了很多规矩，其中有一条，便是要将这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的新生儿都送到大隐寺。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好，可我真的不想骨肉分离。既然不想，为何当初要答应呢？不答应会受到佛门惩戒，不答应那便是阻碍佛门普度众生的罪人。我倒是真的很想知道，这罪人他们要如何处置。此人的修为我看不透，恐怕我们不是对手。怎么办？不如先回去，将此事禀报主持。好办法。见到几人要跑，陈长安不过意念一动，便已经控制住了这几个人。这怎么回事？我怎么动不了了？我也动不了了。陈长安走过去，轻松地将婴儿从他们的怀中取走，随后又还给了那名妇人。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孩子，我的孩子。糊涂啊，糊涂啊！就算你现在把孩子抢回来了，又怎么样？他能够一直保护你吗？等他走了，大隐寺的人会放过你吗？会放过我吗？还是会放过我们的孩子？早晚都要被带走，你拦着做什么？废物，你就是一个废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带走，你连句话都不敢说，不要你还有什么用啊？你不糊涂，你很聪明，可你保不住你自己的亲生儿子。我就不信，天下之大，就没有我们母子的容身之地。大不了，我现在就带着他离开这个地方。我不信，他们真的能够一手遮天。妈的，拼了！我现在就去变卖家产，买辆马车，咱们去一个没有和尚的地方生活。这种天天担惊受怕的日子，老子他妈的受够了。恩公，今日的恩情，我们恐怕这辈子都无以为报，还请恩公留下姓名，日后我们愿意为恩公打造长生牌位，日夜供奉。不过举手之劳，不用这么麻烦了，去忙你们的事情吧。去吧，我救你们，并非为了让你们报答什么。多谢恩公大恩大德。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好事，说说看，你们要这么多孩子做什么？自然是少他们跟我说这些废话，说还是死，你们自己选。哼，你是大奸大恶之徒，圣佛不会放过你的，你一定会遭受到圣佛的惩罚。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陈长安手指一弹，一道剑气直接贯穿了对方的额头。他选了死，你们呢？我说别杀我！我说，你闭嘴！你是背叛！陈长安再次出手，灭掉了那个劝阻之人，随后淡笑着说着：“现在你可以说了。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这是天音寺圣佛的吩咐。我们带走的孩子都送到了天音寺，其他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了。天音寺圣佛，还有这么多的孩子做什么？”陈长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们把我的孩子送去天音寺做什么了？说呀，做什么了？我说了，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当初带走孩子的时候是怎么说的？现在你说不知道，从一开始你们就在欺骗我们。你们让我们把孩子交出来，说是让他们成为僧人，其实是送给了天音寺的圣佛。为什么骗我们？为什么呀？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我们被骗了，我们都被骗了。这群该死的秃驴，我跟你们拼了！大黄，咱们走吧。去哪儿？大隐寺吗？去大隐寺做什么？这好像确实没有必要过去啊。高人别走！高人，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您的实力这么强，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对？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你们想要脱离如今的困境，要么增强自身实力，要不然就是远走他乡。今天我帮你们灭了大隐寺，难道佛门就会消失不见吗？就算整个佛门都消失了，社会就不会出现另外一个类似于佛门的存在吗？求助别人，不如靠自己。若你们自身都没有反抗的斗志，谁也帮不了你们。高人，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但我们怎么努力？如今佛门盛行，到处都是寺庙，普通人哪里还有努力的途径？难道要我们都加入到佛门，然后学会了强大的本领，再推翻佛门吗？我们不是不想，而是真的无能为力呀。要不然帮帮吧，反正都已经碰见这种事情了，
至于他们能够努力到什么程度，看个人造化了呗。这里有2本功法，不算太好，但对你们而言应该够用了。好重的血腥气，我还以为到了混乱之区。距离天阴寺越来越近，但这地方的血腥气也是越来越重啊。佛门圣地，这里应该是圣洁才对，可这里为什么给我一种尸山血海的感觉？你没发现这一路走过来，除了和尚，已经看不到任何其他人了吗？难道说天阴寺所在的范围之内，只有和尚，不当和尚的人全都被杀了？他们这么做未免过于残忍了一点吧？而且有这个必要吗？赶走不就好了？去前面看看吧，有动静。陈长安此时已经感应到数百公里之外似乎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快点，动作都给我快一点！你们都没有吃饭吗？告诉你们，你们都是罪孽深重之人，让你们留在这里建造圣佛金像，这是你们的荣幸。你们居然还敢偷懒，给我快点！突然，一人由于长期劳作，直接昏倒在了地上。看起来应该是不行了，那就处理了吧，真是废物！你们2个把他扔到那边去。是。这有多少人呢？妈的，混乱之区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还真是佛靠金装啊！这天阴寺的圣佛是想要打造一座数百米高的金佛。陈长安如今对于这所谓的佛门厌恶到了极致。灭了吧，我讨厌这种虚伪的存在。什么人？陈长安并没有说太多的废话，直接出手将这领头之人斩杀。与此同时，大黄也没有客气，那些监工的和尚全部都被大黄一巴掌拍死。多谢恩公大舅，但是你这样会得罪天阴寺的圣佛，圣佛实力强大，恐怖至极，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也没打算放过他，你们可以走了。启禀圣佛，金佛那边出事了。你说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派去金佛监工的那些佛门弟子，长生灯灭了，都灭了。都灭了？是谁？究竟是谁在找我的麻烦？哼！圣佛恕罪。恕罪？金佛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唯你是问，还不赶紧派人过去查看情况？不管是谁，若是敢破坏金佛，给我杀了他！不好了，不好了！圣佛，大事不好了！圣佛，长生殿之内的长生灯熄灭了好多。此时不在天阴寺的那些人，恐怕熄灭了好多。该死！你们都要找我做什么？还不赶紧派人去调查！快去！是，我们这就派人。不用了，来了。传令下去，外地来犯，天阴寺所有僧人聚集起来，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跑到我的地方来撒野。是。大黄，你去将那些还活着的婴儿带走，天阴寺这群人，我自己就可以了。听到陈长安的话，大黄点了点头，随后身影一闪，消失不见。当看到陈长安的那一刻，圣佛不由得眉头一皱。至尊境一宠，哼，一个至尊境一宠，居然就敢跑到天阴寺来大闹一场，简直是不知死活。就是你杀了我们天阴寺的僧人，出家之人向来以慈悲为怀，你为何如此心狠手辣？你这等穷凶极恶之徒，佛也渡不了，将这等恶人拿下。是圣佛。此时陈长安根本就不在意这群人的攻击，而是向着圣佛手中的胎珠看了过去。果然是我的胎珠。只见陈长安伸手一挥，数道剑气直接将攻向自己的那些僧人给击杀。此人好强的实力，绝对不是看起来至尊境一宠那么简单。你究竟是何人？我原本只是想来找回我自己的东西，可到了你们这西方之地，我才发现你们真他妈不是东西。打着佛门的旗号，行为却如同妖魔，恐怕就算是妖魔，也未必有你们这般邪恶。大胆！你这狂徒，居然敢侮辱佛门，诋毁圣佛！侮辱？真正侮辱了佛门的是你们。哼，小子，你胆量不错，可惜你来错了地方。真以为有点实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这西方之地乃是我佛门的地盘，你能来到这天阴寺，算你的本事。可是今天，你别想活着从这里走出去。你们2个去杀了他。大帝，真以为大帝就能杀了我？真是可笑。就这2个货，你好意思派出来丢人现眼？
此人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把珠子还给我！做梦！这圣佛舍利乃是我佛门至宝，怎么可能交给你？你是真不要脸！那他妈明明是我的东西，只不过流落在外，被你们佛门众人捡到了，居然还弄成了圣佛舍利。他要是圣佛舍利，那我是谁？我他妈就是圣佛本佛！他的，这圣佛舍利竟然是此人之物。这珠子的来历以及它究竟是不是圣佛舍利，最清楚的人便是圣佛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噱头，一个让更多人信奉佛门的一个玩物罢了。圣佛舍利给你，此事就此作罢，如何？哈哈哈！好一个天音寺圣佛！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一位大地巅峰境的强者，就如此贪生怕死。我是问你，珠子给你，能不能放过我，放过天音寺？你觉得你有谈条件的资格吗？好，如此看来，你是没打算放过我了。那你也永远都别想得到这颗珠子。不用白费力气了，这东西也毁不掉。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我的实力是大地巅峰，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连一颗珠子都奈何不得？拿来吧你！你不可能无声无息从我手上将珠子取走，你到底施展了什么妖术？妖术？怎么？不是你们佛门所能掌握的本领，就全部都是妖术不成？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究竟用的是什么办法，因为你没有以后了。灵魂牢笼。不过瞬间，天音寺之内，包括圣佛在内，所有僧人全都被陈长安束缚住。苍穹一剑，送君轮回。一把惊天巨剑从苍穹之上落下，伴随着这惊天巨剑的落下，整个天音寺瞬间被夷为平地，包括天音寺在内的任何人全部化为灰烬。第8颗胎珠终于到手了。胎珠直接化作了一股能量，进入到了陈长安的身体之中，一股恐怖的能量正在不断的凝聚。什么情况？这也没突破呀，至少来天劫了。就在大黄疑惑不解之中，天空之中一股恐怖的能量从天而降，直接冲进了陈长安的身体之中。我操！当那股能量进入到陈长安的身体之后，一股恐怖的气势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不死境一重，终于到了。然而等到陈长安突破到不死境一重之后，天空之中那恐怖的能量仍然在聚集。这一次等待着自己的并非是什么突破，而是天劫。天罚自己能够骂跑，那这天劫呢，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有事没事，没事就散了，我还有事呢。果然，当陈长安说完之后，天空之中正在聚集的天劫竟然真的停止了。陈长安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拥有这样的本事，就好像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长生不死，不知道为什么娘胎里面会出现9颗胎珠一样。这一切一定会有一个答案，只可惜现在的他还无法得知。这么多？你也知道多，我这一趟一趟的都快给我累成狗了。你现在就是狗。滚蛋！比喻，你懂不懂什么叫比喻啊？亏你还是个人，一点文化都没有。也不知道天音寺那帮家伙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这些孩子都昏迷不醒，要不要把他们都弄醒啊？弄醒啊？就这样挺好。不过这么多婴儿怎么处理还真是个麻烦事，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父母是谁，根本就没有办法还回去。恐怕就算是他们的父母，如今也未必能够认得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孩子。找个可靠的人将这些孩子安置下来。行，这样也挺好。咱们最开始遇见那个妇人，我觉得她就比较可靠。而且我发现这天音寺搜刮了不少的金银财宝，我刚才趁着这些人都在关注你，将这些东西都给偷出来了。看得漂亮。走吧，咱们先回去找那妇人。原本他以为自己来到这西方之地只需要多半年的时间就可以搞定，没想到最终足足花费了1年的时间这才离开啊。终于离开这破地方了，太难了。大黄，你以后可千万不能要孩子，痛苦真的很痛苦。我是神兽，找个伴都费劲，生孩子更不容易。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再说了，我生不生孩子关你屁事啊？这不是关心你吗？咱们这一趟出来有1年时间了吧，也不知道太华之巅那边什么情况。走，回去看看。而此时结界之内，陈云轩和叶知秋2个人距离太华之巅也不过只有100步之遥，然而就是这100步却困住了2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太恐怖了，这100步之遥每走10步威压就是提升1倍，以我们如今的实力恐怕无法直接冲到太华之巅。不死境，只有突破到不死境，
或许才有直接冲顶的可能。不如一鼓作气，突破到不死境如何？好，我也有这个打算。这个地方的威压很强，说不定能够让我们在3个月之内突破到不死境。都已经1年多了，也不知道老祖在下面是不是等得着急了。不能让师傅一直等着我们，咱们要努力一些了。好。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淘汰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能够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提升到了至尊境1重的修为，你们的收获很不错。虽说无法获取地榜的名次，但也无所谓了。这一次的地榜，以你们的实力，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取的。100岁之内的天才众多，其他人比你们的优势大多了，他们可比你们多修炼了数十年。聂鹏举和叶流云2个人都在安慰自家的天才，可是听到这话，聂浩天和叶北明却也只能够苦笑啊。啊，什么情况？你们快看，结界的上空好像是，天劫，有人突破到不死境了。突破到不死境就会引发天劫，究竟是谁啊？是谁突破到了不死境啊？不会是陈云轩吧？陈云轩？这不太可能吧？陈云轩进入结界之时，修为只有至尊境4重，这才1年多，不足2年的时间，就突破到不死境了，会不会太夸张啊？我觉得也夸张了一些，毕竟进入到结界之内的至尊境那么多，应该不会是陈云轩。说起来真是奇怪，那些至尊境9重的人为什么没有引发天劫？对啊，地榜开启之后，可是有不少至尊境9重的人，甚至还有9重巅峰的人，他们好像并没有被淘汰。难道他们这么久的时间1重修为都没有突破吗？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结界如此强悍，天劫就算降下来，难道不会被结界拦住吗？我去，那岂不是说在这结界之内突破没有任何的危险，并不会死于天劫之下？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既然天劫出现了，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看来回来的时间刚刚好，陈云轩这小子都已经登顶了。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让在场众人不由得心头一震。刚刚陈禅说了什么？陈云轩已经登顶了，而且还突破到了不死境。话音未落，一道天劫从天而降，直奔着太华之巅的陈云轩冲了过去。奇怪，看这情况，结界并没有消失，那这天劫是自己穿越了结界进入其中的，还是说太华之巅的上空并没有结界？不清楚，或许只有结界之内的人能够明白发生了什么。等等，不对劲儿啊！这天劫怎么还没消失啊？不是说天劫只有9道天雷吗？公主，陈云轩，这天劫究竟有几道啊？我也不清楚，等着看就好了。不行，我感觉自己现在心跳加速，呼吸都有些困难了。这也太夸张了吧！99道，居然足足落下了99道天雷，这一下天劫应该消失了吧？99道天雷，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啊！也就是陈云轩实力强横，这才能够撑得住。若是换成旁人，恐怕早就变成了一堆灰烬，毛都找不到一根啊！确实消失了，妈的，谁能想到一个天劫居然花费了7天的时间，太漫长了。然而众人刚松了一口气没多久，原本消失的天劫居然又开始凝聚了起来。我去，又来，有完没完了？不是都已经成功度过天劫了吗？怎么又来了？不对，这应该不是陈云轩的天劫了。不是陈云轩，难道是？不错，这一次突破的是叶知秋，他也成功登顶太华之巅了。就这么结束了？太华之巅居然一点威压都没有，早知道这样，在下面继续修炼的时间就好了。我也没想到，我本来以为这太华之巅的威压应该更强，结果什么都没有。那咱们这算不算是完成地榜的考核了呀？不清楚，等吧。不过李七爷他们有威压帮助修炼，恐怕很快就会追上我们了。没有威压，修炼速度会恢复到之前，恐怕咱们目前想提升修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尽量吧，他们应该也没有那么快上来。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3个月之后，李七夜终于登顶了太华之巅，同时迎来了自己的天劫。半年之后，顾仙儿和古风瑶2人同时登顶，一共出现了5次天劫，应该是陈云轩他们5人吧？看起来他们应该都已经到了太华之巅了。唉，地榜一共有50个名次，这后面45个人真的有机会登顶吗？应该可以吧，还留在里面的人修为应该提升了不少才对。希望如此吧。当太华之巅出现了50个人的时候，原本笼罩在太华之巅附近的结界消失不见。结束了吗？地榜就这样结束了？不是吧，地榜的比拼真的就只是登顶太华之巅？妈的，不是说争夺战吗？
我还以为要打一架呢，怎么这么草率啊？而此时太华之巅，陈云轩等人也是面面相觑，不知道接下来究竟要做什么呀。我明明修为都已经到达了不死境5重了，为什么我只是第8名？第8名怎么了？我进入结界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死境1重修为了，如今更是达到了不死境6重。我不一样，只是比你快了1步，才第7名。哟，这就排上名了。你们就是上来的早了点儿，可不代表你们就真的是第7名、第8名吧？谁说不是？这地榜可没说谁先登顶太华之巅，谁就是第1名。若当真如此，你什么？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第一个登顶吗？哼，反正我并不认为我的实力弱于你们。能够站在这里的，哪一个不是各自势力之中的佼佼者呀？哪一个不是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之为天才之辈？好像有人在针对我们，意思我们上来的早，但实力一般。我也听出来这个意思了，打不打？一共45个人，1人9个。我觉得可以。陈云轩几个人的话，让其他人都是脸色一变的，太瞧不起人了吧？1人9个，简直是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啊！那个，我不打，我是洛神宫的人。我也不打，我本来就是古家的。大小姐，你说你咋自己人都不认了呢？那个，我跟叶知秋打过，我输了，我也不打。那什么，我可不是来打架的，你们打，你们打。剩下的那些人看到如此情景，不由得也是蔫巴了。这还打个屁呀！那怎么办？不打了？地榜话音未落，天空之中金光大盛。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震。地榜结算了。地榜开始的很令人感觉草率，没想到结束的也是如此草率啊！地榜结算，榜单公布，第1名陈云轩，第2名叶知秋，第3名李七夜。榜单公布居然只剩下名字了，而且这名单出现的速度极快，之前都是一个一个慢慢的出现，如今几乎差不多是同时间50个排名同时出现着。我怎么感觉这地榜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就好像在赶进度。哦，对，就是这种感觉，太急促了，就仿佛时间要来不及了一样。所有人都在怀疑这地榜结束的过于草率。他在急什么？大黄，你说，有什么事情是让他着急的？我哪知道，我又不是他爹。你说天榜开启，不会让他们原地比拼，直接分出胜负，然后草草结束吧？应该不至于吧？就算真的死了爹，你说他着急跟别人有啥关系啊？发布之后让大家慢慢玩呗，除非他这么着急是另有原因。天榜开启，规则如下：太玄界不满1万岁者皆可参加。不满1万岁者皆可参加。这第1条规则便让众人不由得心头一震。10年为期，10年之后巅峰之战，前10名可获得天道馈赠。妈的，玩人是吧？就算是10年时间，怎么追赶得上那些活了将近1万年的人物啊？哎，就算陈月轩他们真的很妖孽，可毕竟只有10年，10年，他们怎么可能是那些人的对手呢？可是你们不觉得有问题吗？巅峰之战在哪里进行？这天榜并没有公布啊。或许等到10年之后会公布这个地点吧。老祖，师傅。看到几人出现，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说道：看来这一次你们的奖励很丰厚啊。老祖，我得到天道馈赠，修为突破了4重，如今是不死境5重境界。师傅，我是第2名，所以只得到了3重修为突破奖励，现在修为是不死境4重。天道馈赠让他们的修为更进一步，而且并不是那种类似于服用丹药突破，会有一些瑕疵。老祖，但是这一次天道的馈赠之中也还有其他的东西，是仙法。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一惊，天道馈赠居然馈赠了仙法，这不是上界的功法吗？怎么会传授给太玄界的人呢？你们什么想法？老祖，我感觉有点太古怪了，太玄界之中从来没有听说谁修炼了仙法，也就是说当年的天地人3榜并没有馈赠这样的功法，以前没有，为什么现在有了？会不会是因为人榜奖励的功法我们并没有修炼，所以奖励更好的功法诱导我们修炼呢？总之我觉得这里面必然是有问题的。对于陈云轩这个想法，叶知秋几人也十分的认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天道馈赠的功法你们绝对不要修炼。我传授给你们的功法足够支撑你们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甚至是突破瓶颈，飞升上界。至于这个天道馈赠的功法，我会想办法搞清楚的。如今地榜结束，太华之巅的人也都离开的差不多了。刚走没多久，
陈长安就感觉到有人在跟着自己。风仙圣地风雨年，见过前辈。风仙圣地不是早就已经解散了吗？怎么现在又跑出来一个？你找我有事？奉圣主之命，邀请前辈前往风仙圣地。3个月之后，我们风仙圣地将会重现太玄界，到时候还希望前辈能够大驾光临。陈长安几乎都快要将这件事情给忘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自己冒出来了。在什么地方？风仙圣地旧址风仙台。好，我知道了，我会去的。如此，那晚辈便不打扰了。又有事情做了。你说咱们和风仙圣地没什么关系，但和风仙圣地分裂出来的势力恩怨可不少。他们这圣主邀请我们，寓意为何？找死呗！不过话说回来，这事情你师傅知不知道啊？我没记错的话，你师傅和这风仙圣地原本的圣主，都是上一代天地人3宝的圣出者吧？应该也算是老相识了吧？老相识？如果是当年的那位圣主，确实算是老相识。可对方明明飞升上界了。只不过当初在万寿盟，牧野的话，陈长安还记得很清楚。当年的圣主离开之后，是给他们留下过任务的。我师傅应该知道一点，可谁知道我师傅如今的下落？说起来，自从古家之后，我就一直……突然之间心头一震，师傅，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没有你的日子，我是吃不好睡不好。哎，打住！你是不是忘了夜龙戏双凤的时候了？慕云瑶的一句话让陈长安指甲懵了。我去，这师傅这种事情，你不会是听墙根了吧？你看见我躲什么呀？慕云瑶皱着眉头，看向了一旁正在鬼鬼祟祟逃走的大黄，冷声地问了一句：“绝对没有，我这不是，我就是给你们2个人腾地方。你们聊啊，我就是条狗，别为难我了呗。”面对慕云瑶，大黄有一种本能的畏惧感，这种本能是在慕云瑶无数次的殴打之中一步步形成的。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听说你如今很喜欢青楼烟花之地啊，好玩吗？慕云瑶微微一笑，吓得大黄是差点尿失禁呢。完了，感觉对了，就是这个感觉，要挨揍了。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这都是陈长安那个朋友对，玄武道带我去的，他还要带陈长安去。最可恶的就是那个玄武道了，我也是身不由己啊。我不去了，以后不去了，打死也不去了。我要做个好狗。行了，我这次没心情揍你。还好这一次没心情啊！这一次没心情，啥意思？以后有心情了还揍呗。师傅，你这段时间忙什么去了？为什么从古家之后我就感觉不到你的存在了？去查了一些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风仙圣地将要重现太玄界。当年风仙圣地的圣主应该很早之前就应该逃回了太玄界。逃回了太玄界？这什么意思啊？师傅，你的意思是说风仙圣地的圣主飞升上界之后又跑回来了？是因为在上界得罪人了吗？只不过他回不回来跟你没有关系吧？你为什么要去调查？自然是因为一些原因。风仙圣地的圣主名为风修，在当年实力仅次于我，天赋很强。他当年飞升之时就应该布下了这个局，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能够重返太玄界，目的是称霸整个太玄界。啊？什么意思？陈长安是越听越糊涂啊！都已经飞升上界了，既然那么有天赋，称霸上界不好吗？偏偏跑回来称霸太玄界，这不是有毛病吗？太玄界就这么有吸引力吗？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总之呢，这次风仙圣地重现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这风修的藏身之处，但是他或许已经知道了我的存在，所以你此番前往风仙圣地要帮我看一看风修是否在那里。如果我去，恐怕他会跑。会跑？师傅，这里面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我怎么感觉你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时机未到，我只能说风修这个人十分善于蛊惑人心，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对了，你是不是只差一颗胎珠了？你如今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不死境，真实实力如何？真实战力的话，灭掉大地巅峰，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哦，来，我试试你的实力。好，太好了！他早就想要看看陈长安如今的实力能不能够拿捏住他师傅了。师傅，这不好吧？我怎么能对师傅您动手呢？这要是伤了碰了的，弟子多心疼啊！伤了碰了？哼，你是太看得起自己了，还是太看不起我？我虽伤不了你分毫，但你也休想伤到我。这么有自信？陈长安也很好奇，自己这位师傅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啊？师傅，那就别怪弟子不客气了。全力出手。好。陈长安不再废话，全力出手，直接向着慕云瑶攻了过去。我操，怎么会差距那么大呀？
陈长安的实力有多强，大黄一直跟在身边，自然是一清二楚啊。一巴掌，还是那熟悉的一巴掌啊！师傅，你的修为不是大定巅峰，对不对？不该问的不要问，有些事情以后会告诉你。你的实力不错，就算是真的遇见了风修，以他如今的情况，应该对付不了你。这样，我也就放心让你一个人过去了。啊，不对啊，我的肉身强度，师傅是知道的，为什么还会不放心？师傅，为什么会不放心我？他怕你，应该不如你的实力，应该对我构不成威胁吧？不错，明着来确实构不成，但我说了，此人善于蛊惑人心，手段卑劣，我怕你吃暗亏。难道是个老阴逼？那我说什么都得会会对方，看看究竟谁更阴。师傅你放心，论阴险，我也未必输给他。我倒是忘了，这方面你无师自通，更是无人能及。师傅，这叫什么话啊？多伤感情。哼，难道为师说的不对？师傅说什么都是对的，一切以师傅说的为标准。师傅说天是粉的，那天就是粉的；师傅说水是紫的，那水就是紫的。行了，这些话你自己说完了，不会脸红吗？不会啊，我都是真心真意的大实话，为何脸红？虽说如今陈长安实力越来越强，可是这性子怎么还和以前一般无二啊？哼，极致的不要脸。最后一颗胎珠，我大致知道在什么地方。珠子的事情交给我，你的任务帮我找到风修，毁了风仙圣地。不过万事先注意自己的安全，毕竟去过上界，我也不确定他是否有什么伤害你的手段。师傅，你放心吧，他伤不了我。最好是这样，还是小心一点吧。我走了。是，师傅。太可怕了，陈长安，你师父实在是太可怕了。我现在才发现，之前那么多年，他打我那么多顿，都是手下留情了。要不然，你师父随时都扔灭了我。妈呀，你说这是为啥呀？这么一想，我反而有点小开心呢。大黄，你哪天要是有本事把我师父打一顿，那你再好好骄傲一下吧。大胆，陈长安，你这孽徒怎么如此说话呢？啊，你师父在我心中那可是……行了，别拍马屁了，我师父早就走远了。闭嘴，这和你师父走得远不也有关系吗？我这是尊重，尊重你懂不懂？你这个忤逆之徒！你不害怕？那你一个劲儿的往我师父离开的那个方向看什么呀？我这是别废话了，走，去风仙台。真是没想到，风仙圣地居然还会重现，更没想到风仙圣地居然会有这么多高手。就是不知道如今这风仙圣地的圣主究竟是谁，竟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哪来那么多的大地强者？而且，这风仙圣地太离谱了吧！居然有那么多超级势力加入其中。龙帝宫也就算了，毕竟原本就是风仙圣地分裂出去的。这血屠殿、明元宗、魏家、徐家，还有这云灵宫，都加入到风仙圣地了。这中天域，大大小小数十个势力，居然都被风仙圣地招揽了。不过，当年从风仙圣地分裂出来的，似乎就只有一个龙帝宫回归了。当年那批人可都不弱，很多人最后都销声匿迹，不知所踪。明面上，似乎只有龙无期成立了龙帝宫，比较有名气。算了，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风仙圣地重新出现已经是事实了，只要他们不做出一些对咱们不利的事儿，没必要想那么多。话虽如此，可毕竟咱们是三大家族的老祖，实力都在大地巅峰境界。来到这风仙圣地，这风仙圣地的圣主，怎么着也得露面吧？如今都过去好几天了，咱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这也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确实，这风仙圣地的行为，多少有些过于张狂了。距离风仙圣地举行仪式的时间也只剩下了2天，该来的也都到得差不多了。风仙圣地的一处密室之中，这就是你寻找的新身体，看起来还不错。圣主，为何不让我挑战陈云轩他们？糊涂，这些人可都是绝世妖孽，都是拥有大气运之人。你觉得你有这个机会和能力吗？他们的体质虽好，但未必适合你。如今这副身体能够和你的灵魂完美融合，这才是最适合你的。密室不大，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还是圣主大人考虑周全。这是你应得的。我离开之后，你做得很好。若不是你在太玄界帮我一直筹谋，也不会有如今这番景象。只是可惜啊，牧野和万寿盟被灭了。如今该来的人，应该只差一个陈长安了吧？
听到这个名字，龙无期脸色微变。这个陈长安有点意思，不过此人来历不明，我还需要试探一番。若能够为我所用，大计可成啊！圣主实力通天，就算没有陈长安，必然也可成就大业。行了，去准备吧。是，圣主。诸位，今天便是我们封仙圣地重新现世的日子，很感谢你们能够大驾光临。在此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乃是封仙圣地大长老龙无期。古风华等人此时看向龙无期，不由得都是一愣。他们这些人是见过龙无期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啊！龙无期怎么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会是我们曾经见过的那个龙无期吗？大地巅峰境界没错，应该是他。只是这变化……等一下，既然是封仙圣地重新现世，又将我们都邀请到了这里，你们封仙圣地的圣主难道不准备出面吗？想要见我们圣主，会有这个机会的。那现在呢？邀请我们这么多人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待客之道。不急，再等等。等什么？等一个人。龙无期的话让古风华等人都是眉头一皱。真是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当看到冷图的那一刻，陈长安也是一愣。血屠大帝冷图，当初在丹地城明明已经被我斩杀了，如今居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有意思。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那便开始吧。龙无期神秘的一笑，让众人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结阵。下一刻，整个封仙台已经被一道阵法所笼罩，将众人和外界彻底的隔绝。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你们封仙圣地难道还要将我们这些人都留在此地不成？好一个封仙圣地，这是想要独霸太玄界吗？不要以为你们人多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情况？为什么我感觉我体内的灵力被压制住了？我的也是。你们封仙圣地究竟想要做什么？诸位不要惊慌，若是你们乖乖听话，放心，你们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陈长安，咱们终于见面了。啊，终于吗？当初在丹地城，我可是见过你。当日果然没有骗过你，不过都已经不重要了。陈长安，你才是圣主真正要见的人。你可以放心，这些人我们暂时不会动。当然，那也要你乖乖听话才行。他们的死活与我有什么关系？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么一个破阵法就可以困住我吧？你若是真的走了，这些人可真的就没命了。就算你有能力离开，你真的肯走吗？这么多人因你而死，你良心过得去吗？良心？良心是什么？你觉得我这种人会有吗？龙无期盯着陈长安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这陈长安的行事风格太跳脱了，他真的担心下一刻陈长安转头就走啊。那个，能不能商量一下？我们圣主真的想要见你。这个态度不错，我去见你们圣主可以，但是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这里。好，这你可以放心。大黄，你留在这里吧，以防万一。放心吧，这里交给我就好。走吧，带我去会会你们这封仙圣地的圣主。好，这边请。龙无期并没有多说废话，直接带着陈长安前往封仙圣地圣主隐藏的密室之中。想要见我，却不出现，还是说你没有办法出现？陈长安，你这个人真的很有趣。我更好奇，你究竟是谁？陈长安也感觉有些好奇，这圣主封修是怎么做到的呀？他应该就在这密室之中，可自己竟然无法感知到对方的存在。不知道我是谁，那你见我做什么？我只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太玄界之人？啊？是不是太玄界之人啊？这是什么问题？生于太玄界，自然是太玄界的人。既然如此，那有些话我倒是可以放心说给你听了。你可知我是谁？封仙圣地圣主封修。你知道？很奇怪吗？你真的不是太古仙域的人？太古仙域？上界的名字吗？看来你真的不是太古仙域的人。陈长安的反应让封修很肯定，对方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陈长安，你的实力很强，所以我很看好你。我想和你谈一个合作，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合作？帮你称霸太玄界吗？我对这件事情可并没有什么兴趣。况且你这合作的态度，我不是很喜欢。称霸太玄界？对于这件事情，我的兴趣不大。我知道，你觉得我躲躲藏藏不见人，显得没有诚意是吗？
那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情，你就会明白，我真的很有诚意。就先说说天地人三榜吧。天地人三榜？天地人三榜有问题？当然有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沦落成今天这副模样。陈长安呐，你可知道，太玄界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牢笼，太玄界的人也不过是被那些真正强者圈养的玩物罢了。天地人三榜便是这些人用来挑选人才的。天地人三榜现世，必是因为太玄界有妖孽之人出现。当年是如此，如今更是如此。但所谓的天道馈赠，却并非是什么好事，尤其是那些功法，一旦修炼，便会受到对方的控制。若是不能为他们所用，后果会很惨。如今的我，便是这般情况。当年天地人三榜结束之后，我就已经有所察觉，所以在飞升之前就已经布局太玄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真的出现问题，我也有条后路。陈长安，你是一个喜欢被人掌控命运的人吗？我这个人呢，向来喜欢无拘无束，并不喜欢自己的命运被其他人所掌控。你说了这么多，我有一点并不理解，这和你今天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吗？既然逃回来了，老老实实的躲起来，何必暴露自己呢？而且那些人很强，你不会以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们都不知道吧？啊？我当然明白这一点，只不过他们虽然强，但太玄界也有自己的规则存在，他们也不可能在这里为所欲为，要不然的话，整个太玄界就会崩溃，甚至直接毁灭。每个世界都有极限，若是有人的实力突破了这个极限，后果就只有两个，一个是飞升，一个是受到压制。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将太玄界的所有力量凝聚起来，我们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就算是上界的人有所行动，我们也有和他们一拼之力，他们不会舍得毁了太玄界的。你想要加入我们吗？慕云瑶说的很不错，这风修确实很善于蛊惑人心，他往往会挑选别人最在意的事情去吸引别人。只可惜他说的这些事情之中，还是存在着不少的漏洞。若是旁人或许会听不出来，可陈长安可不一样啊，因为他的师父是慕云瑶。天地人三榜确实存在着问题，但慕云瑶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困扰，这其中必然有另外的秘密。如果我拒绝呢？我不喜欢被别人左右，同样也不喜欢被你左右。你觉得凭你自己的实力能够摆脱被人操控的命运吗？太古仙域的残酷你根本就不懂，你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一部分人，他们只是现在没有找到你，不代表永远都不会找你。我知道的事情远远比你多，只有跟我合作，你才有机会逃出这个牢笼。你知道的事情这么多，那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谁，你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我师父，你应该认识。是谁？慕云瑶。你是他的徒弟？不可能，他不可能会收徒的。你真的是他徒弟？风修这情绪激动的程度，让陈长安也有些意外啊。如假包换，我觉得跟我师父合作，或许会更可靠。你觉得呢？你可知道你师父究竟是谁？以你师父的天赋，早就可以飞升上界，为何一直留在太玄界？还有，你师父似乎并没有受到天地人三榜的控制，他身上有很多的秘密，难道你都不想要知道吗？我若是想知道，可以自己问，他是我师父。陈长安，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就知道你没憋好屁，让我看看，你这从太古仙域回来的人究竟有什么本事？陈长安说完之后，整个密室再一次陷入到了一片黑暗之中。下一刻，陈长安感觉一团黑雾将自己所笼罩，很快眼前的景象也发生了转变。陈长安此时已经站在了一个黑色漩涡之中。陈长安，这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结果。进入我的黑暗领域之中，你再也别想着出去了。黑暗领域确实够黑的。而在这领域之中，陈长安终于见到了风修的庐山真面目。原来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你就是凭借着黑暗领域才逃脱了别人的感知，确实有点意思。你懂什么叫领域？进入到我的领域之中，我说了算。你的生死如今都在我的一念之间，你还想要拒绝我吗？领域我还真懂一些，想要决定我的生死，你还没有这个资格。见陈长安如此狂妄，风修冷笑一声，意念一动，便想要给陈长安一些教训。啊？怎么会这样？我的领域为什么对你没用？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是太玄界的人，你绝对不是太玄界的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过了，
我就是太玄界的人。至于你这个领域，你不会真的觉得这玩意儿就你一个人有吧？领域确实很强，可如果你的领域不如我的领域，那结果可就不一样了。绝对领域开！如今这是我的领域，你要不要也感受感受？只是一个灵魂体，居然还敢来找我的麻烦，你恐怕不知道，我这个人灵魂有点强，我的绝对领域更强。你怎么会领悟了领域之力？这不可能，这不是太玄界能够出现的能力。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太古仙域的人，对不对？你是奔着我来的，对不对？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至于其他事情，等我师傅到了之后，你们聊聊吧。你师傅慕云瑶也来了，很快了。慕云瑶出现在密室之中的那一刻，风修的脸色再次发生了转变。这么快？这是你的领域，看起来似乎不错啊。师傅，你要不要这么变态啊？我这绝对领域，你说进来就进来了。有你这么和师傅说话的吗？再说要论变态，谁变态得过你啊？你知道我会来。师傅，你真把我当傻子？早就猜到了。慕云瑶真正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把风修引出来，然后他会亲自出手。告诉你的太多，风修很可能会很快看穿你。你知道越多，越容易露出破绽。只是没想到，你居然领悟了领域之力。早知道如此，当初就可以将事情都告诉你。原来如此啊！当时没有说的事情，现在应该可以告诉我了吧？刚才风修和我说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有些是真的。好，有些事情现在告诉你也没什么。风修并不是太玄界的人，所以他跟你说的事情是有真有假。他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抢夺太玄界的控制权，仅此而已。抢夺太玄界的控制权，这是能够抢夺的？慕云瑶，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难道你也不是太玄界的人？你姓慕，你姓慕？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之前怎么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居然是慕家的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太玄界的掌控权是在周家手上，而周家不过是你慕家的一个附庸家族罢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周家、慕家，难道是太古仙域的强大家族不成？我为什么在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过我。你既然知道周家是我慕家的附庸家族，你还敢来他们掌控的太玄界闹事？你们风家是没有将我们慕家放在眼里吗？不敢。你很有本事，居然能够一直躲藏起来，就连我都没有发现。可惜啊，如今你已经彻底的暴露了出来，后果会是什么？你自己应该清楚吧？我明白，能够见识到慕家的人，死得不冤。动手吧。慕云瑶目光冰冷地看了风修一眼，随后伸出手掌用力一握，风修的灵魂瞬间破碎，灰飞烟灭。师傅，这回咱们可真要好好聊聊了。掌控着周家、穆家，这都是什么情况？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跟我说过？我可是你亲徒弟，你总不能一直瞒着我吧？哎，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一步，是我没有想到的。既然你想要知道，我可以全部都告诉你。先说一下我的来历吧，我并非太玄界之人，而是来自于太古仙域9大仙族之一的穆家，而太玄界不过是我们穆家附庸家族周家所掌控的一个小世界。这样的小世界，我们穆家掌控着上百个，而我选择来到周家掌控的小世界是有其他原因的。没了。你还想知道什么？师傅，关于太玄界的一切，你是不是都了如指掌？差不多吧。你想问什么？我先问问关于天地人3榜的事情吧，是不是真的和风修说的一样，会受到掌控者的控制？也对，也不全对。周家身为太玄界的掌控者，自然希望能够多招揽一些真正的天才。别看太玄界只是下界，但这些天骄之子若是能够得到培养，未来的潜力是很强的。但天才都是骄傲的，周家不可能平白无故的给别人做嫁衣，所以多少还是会耍一些小手段，并没有风修说的那么离谱。天地人3榜馈赠的功法很强，会吸引获得奖励的人修炼。可一旦这些人不能够为周家所用，那么周家便会收回这些人曾经因为天地人3榜获得的好处，包括他们后期修炼功法所带来的修为，等同于他们进入到太古仙域之后会被大大的削弱实力。太古仙域的残酷远不是太玄界可以比拟的，他们在太玄界站在了巅峰，可是在太古仙域什么也不是。所以周家其实就是这个太玄界的天道。天道无非就是规则的化身，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规则，只不过周家是制定规则的人，所以说是天道倒也不算错误。但是在规则制定之下，每个世界都是自行运转，周家也并不会过多的去干涉，毕竟干涉的太多本身就是违背规则。你是想要问我为什么天劫天罚这些东西会怕你，对吗？以前想不通，但现在想明白了。师傅，
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所以我才这么有面子，对吧？废话，你是我徒弟，他们还没有这个胆量。那关于我的事情，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吗？毫无头绪。你的体质，别说是在太玄界，就算是放在太古仙域之中，也是独特的存在。更没听说过谁出生的时候会把修炼天赋落在娘胎里，还形成了胎珠这样的东西。我有时候都怀疑你不属于太玄界，但你们陈家确确实实就是太玄界的人。对了，师傅，你说知道我最后一颗胎珠的下落，难道是在周家人的手上？是在他们手上。原本他们这么做是想要和你谈个条件。谈条件？是因为陈云轩他们？不错，天地人三榜这一次出现，起初我还以为是奔着你来的，可最后陈云轩这几个小辈的崛起，让周家人很是心动。但这几个人和你的关系都不一般，并且他们都没有修炼周家赠送的功法，所以周家想要和你谈一谈，也算是拉拢吧。毕竟拉拢是需要有诚意的，这珠子就是他们的诚意。师傅，这事你不觉得哪里有问题吗？确实有说不通的地方，但周家人应该还不敢骗我。或许他们最开始想要真正拉拢招揽的人只是你一个，毕竟你是我的徒弟。你应该知道，当你费尽千辛万苦得到了8颗胎珠之后，最后一颗却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有人拿出胎珠，效果可能会更好。要不然的话，无法感受到这颗珠子的重要性。至于陈云轩他们的出现，或许也超出了周家人的意料。所以这一次的天地人三宝其实有些草率，而且规则定的也很草率。算了，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知道珠子在谁的手上。都问完了，这一次没有别的问题了吧？别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不是那么好奇了。师傅，你为何跑到了周家掌控的小世界？你们穆家不是更多吗？不该问的别问。啊，行，不问。那师傅，你的修为真的只是大地巅峰吗？大地巅峰，境界是，但实力不是。实力不是，但是风修说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规则和极限，当一个人的力量超越了这个极限的时候，不是会出问题吗？可我看师傅你好像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这是周家为我一个人单独更改的一条规则，我的修为会停留在大地巅峰境界，但实力并不会因为修为而停滞。所以这些年来我的实力一直都在增长，只不过因为留在了太玄界，境界没有突破罢了。至于我具体的实力，或许是因为一直留在太玄界的原因，实力提升的速度并不快，最多也就是一个天仙级别的实力。天仙级别？这太古仙域的境界吗？师傅，那我的实力呢？我的实力如何？你虽然修为是不死境1重，但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战力逆天。你的真实战力，依我看来的话，应该达到了帝尊巅峰境界。帝尊巅峰境界？我给你讲一下吧。太玄所谓的大帝巅峰，在太古仙域最多就是一个准帝修为，准帝之上是帝尊、准仙、真仙、金仙、天仙、仙王、仙皇、仙尊、仙帝。所以太玄界的最强者进入到太古仙域，其实真的很普通。太古仙域之中，准帝修为满大街都是。果然，就是个烂大街的货。师傅，不会太古仙域之中压根儿就没有弱者吧？这怎么可能？只不过就算是太古仙域的一些普通人，寿命也很长。虽说他们本身看起来或许并没有什么修为和实力，但若是来到太玄界，那些普通人都拥有神通级别的实力。在太古仙域之中，想要突破到准帝境界相对比较容易一些，所以造成了这种级别的人很多。这同样是因为规则的缘故，规则不同，自然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所以太玄界的规则是周家人布置的，那太古仙域的规则呢？又是谁规定的？唉，挺聪明一个人，怎么会问出如此白痴的问题？太古仙域的规则是谁规定的？慕云瑶怎么可能知道啊？恐怕就算是那些顶级强者，也未必能够触碰到这个层面吧。走吧，我带你去找珠子，最后一颗了。融合了这最后一颗胎珠之后，你应该就可以随意修炼，不会再有任何的限制了。对了，师傅，为什么太玄界只有大黄这一头神兽？其他神兽呢？谁说大黄是太玄界的了？啊！此话一出，陈长安和大黄都是一愣。我居然不是太玄界的，那我是打哪来的呀？师傅，你是说大黄也是太古仙域的？是太古仙域的。当年我一个人来这里也无聊，就带了一头刚出生的麒麟，本来是打算做个伴的，可这货算了，看见他就来气。原来我也是有亲人的呀！你这个可恶的！大黄装模作样的，还想要哭一鼻子，可看到慕云瑶那冰冷的目光之后，连忙是摇着尾巴跑到了慕云瑶的身边。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你们都是跟着你们，我很快乐，很快乐，我要永远。少在这里恶心我啊！麒麟一族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麒麟一族何等的威风，怎么会生出来大黄这么一个异类？难不成血统不纯正？可不对呀，这大黄的父亲虽说不是麒麟一族的王，但也是王族血脉，血脉不可能不纯正。难道是下界的时候脑子受到影响了？师傅，大黄既然是太古仙域的麒麟一族，为什么一直停留在了9阶，迟迟无法突破到10阶呢？限制，太玄界本来就不应该出现神兽，所以他受到的限制很多，要不然的话早就突破到10阶了。师傅，大黄可是麒麟王族血脉，刚出生就被你带走了，麒麟一族就这么同意了？麒麟一族和我们穆家的关系不错，反正我是打着穆家的旗号带走他的，麒麟一族也没多想。啊！听到这话，陈长安怎么感觉慕云瑶来到这太玄界，好像都是背着穆家的人呢？见过大小姐。我来的目的你应该知道了吧？大小姐，那最后一颗胎珠确实在我们手上，不过，慕云瑶眼神一变，吓得那5人都是脸色一变的。你们是想跟我谈条件？不敢。可是，我们能和陈长安先谈谈吗？谈吧，就在这谈。是，陈长安，胎珠确实在我们手上，胎珠我们可以还给你，也不会让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陈云轩这几个人，我们周家很看重，不知道能不能让他们加入到周家。放心，我们周家会给他们最好的资源栽培，绝对不会亏待他们。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做主，我并不会过多的干涉。这种事情你们就自己和他们谈吧，最终他们如何选择，我并不希望受到我的干扰。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走什么路。好吧，那就只能如此了。所以你不会干涉我们招揽他们，对吗？你们招揽他们，对他们有坏处吗？当然没有，只有好处。毕竟他们若是前往太古仙域，能够得到我们周家的栽培，会少走很多弯路。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干涉？我只是不会参与罢了。他们如何选择，看他们自己的决定。这是胎珠，当年我们……哦，对了，我还想问一下，你们的实力还需要弄一个女人去九幽大帝那里骗胎珠吗？还不是手到擒来？天地规则，我们周家身为掌控者，但也不能够为所欲为，否则的话，这太玄界会出问题。我们不能够过多的干涉太玄界的事情，所以就算想要挑选人才，也只能够搞出天地人3榜这种东西，以天道的名义。不能够过多的干涉，这还不错。不过身为一个掌控者，多少还是有点憋屈，在自己的地盘干点什么事情还需要考虑那么多。那你们坐镇太玄界的意义是什么？完全没必要啊。这种小世界的争斗还是很严重的，所以必须还是要有人坐镇，以免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人。我们前期无法发现，那就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就好比当初的风修，他出现在太玄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只不过并没有声张，想要看看他打算做些什么。看着这最后一颗胎珠，陈长安的心中多少也有些激动啊。从今天开始，他也算是一个完人了。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啊？你要在这里融合这珠子吗？这里的灵气和太玄界的……陈长安意念一动，胎珠已经化作了一股能量，直接冲进了他的身体之中。大小姐，这里是仙灵之气，可不是太玄界的灵气。陈长安，不用担心。那个仙灵之气怎么了？太古仙域的人不都是生活在仙灵之气的环境中吗？如果你从出生就身处于仙灵之气，那么你的身体会习惯的。但陈长安不一样，他一直以来修炼吸收的都是灵气，所以如果仙灵之气进入体内的话，仙灵之气会压制住灵气，两种不同的能量可能会在陈长安的身体之中相互碰撞。这也是为什么太玄界的人一定要修为突破大地巅峰之后才能够飞升的原因。因为一旦突破到帝尊境界，体内的灵气会自动转化为仙灵之气，进入太古仙域之后不会受到什么影响。那陈长安真的不会有事吗？你还担心他？他皮糙肉厚，能有什么事儿啊？有道理啊！就陈长安这身体，啥扛不住？他这吸收仙灵之气的速度也太恐怖了吧！再这么下去，咱们这里的仙灵之气都要被他吸空了。这小子胆子是真大，也不说优质的。你们继续留在这里坐镇太玄界吧，我就先走了。大小姐，等一下，您真的还不打算离开吗？主家那边应该已经将目光放在我们周家身上了，恐怕很快就会派人来太玄界了。听到这话，慕云瑶的表情也变得凝重了起来。这么快？已经很慢了。听说主家最开始是在其他小世界寻找您的下落，是最近才将目光放在了我们这些附庸家族的身上。我们真的有点扛不住了。你们不用有负担，我不会怪罪你们的。有些事情看来真的是躲不过去了。当初也要谢谢你们周家，并没有将我的下落主动汇报给穆家。这件事情我记下了，日后会照顾你们周家一二的。多谢大小姐。不用，我先走了。慕云瑶并没有继续留在这里，
他现在的心情也有些不是很舒服。或许我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啊，离开的时候，什么意思？师傅要回太古仙域了？师傅，你并不想回去，或者说太古仙域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想面对的？确实有些事情不想面对，可不得不去面对了。躲了这么久，已经很难得了。哎，你们看天上，这什么情况？陈长安和慕云瑶抬头向着天空之中看过去，该来的终归还是来了。王家之人出现在太玄界之后，眉头微皱，很显然是对这太玄界很是鄙夷。王家王之维见过穆家大小姐。怎么是你们王家的人？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王家的人呢？这事情可是你父亲同意的。穆家大小姐，您的行为知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嫁入我们王家，就真的这么让你为难吗？嫁入王家，躲婚？我慕云瑶的夫君自然要自己挑选，你们王家如何，与我何干？我讨厌被人安排，和对方是谁无关。不愧是穆家大小姐，果然有性格。但是穆王两家联姻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你逃不开，也躲不了。你应该知道，你的行为不仅仅是扫了王家的面子，也会让你们穆家脸上无光。你父亲让我们王家人来找你，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告诉你，木已成舟，不可更改。我要走了。慕云瑶回头看向陈长安，淡笑着说着：“他是谁？不会是你为自己选的夫婿吧？”胡说什么？这是我徒弟。徒弟？原来是穆家大小姐的徒弟，能够被穆家大小姐看中，想来也是有过人之处吧？师傅，你想嫁吗？慕云瑶盯着陈长安看了几眼，以他对陈长安的了解，他很清楚这小子要做什么。小子，你倒是对你师父不错，可这样的事情不是你师父说不想嫁就可以不嫁的，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你这样的修为还想要做些什么不成吗？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别胡闹，否则我也救不了你。师傅，你想嫁吗？见陈长安如此，慕云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沉思了片刻，开口说着：“不想。”不想？既然不想，那就不嫁。好狂妄的小子！你一个下界的井底之蛙，有什么资格说出这番话？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王家是什么样的存在吗？你敢阻拦，你得罪的不仅仅是王家，还有你师父所在的穆家。我不管你是谁，不管王家有多强，既然我师父不愿意嫁，谁也不能强迫他。你们王家不行，穆家也不行。小子，你还真是狂妄！这番话连你师父都不敢说，你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有没有资格，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下一刻，一股恐怖的气势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这小子真的是下界之人，下界的人实力最强也不过是准地境界罢了，怎么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气势？难怪能被穆家大小姐看中，果然是个妖孽之才。可惜你这点实力在我面前还不够看，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随后一掌直接向着陈长安拍了过去。看到王之维动手，慕云瑶顿时脸色一变的，刚准备出手，却发现大黄顶了顶自己的腿。就在慕云瑶这一个愣神的功夫，王之维的一掌已经结结实实的拍在了陈长安的胸口。这一掌别说是准地，就算是帝尊、准仙界的人都无法承受。然而陈长安此时却面带微笑的看着自己。慕云瑶看到这一幕才想起来，陈长安的体质可是更妖孽的存在。这就是王家人的实力吗？好像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他不可能抵挡得住才对，一定不可能抵挡得住。你究竟是谁？我是谁？我只是我师父的徒弟而已。现在你觉得我有资格了吗？哼，痴人说梦，我不过是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否则的话，你和这方世界会一起毁灭。若是在太古仙域，你早就死了。早就死了吗？既然对方奈何不了自己，那进入到太古仙域之后，寻常人恐怕无法伤害自己分毫啊。你打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吧？长安，你不是他的对手，到此为止吧。师父，上一次和你交手，我可并没有动用自己全部的实力。没有动用全部实力？上次试探他实力的时候，他居然还有所保留。长安，你在太玄界还有亲人，还有朋友，别鲁莽。若是太玄界毁灭，这些人都会死。师父，放心吧，我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正好，我也想看看，我和这太古仙域的强者差距究竟有多大。下一秒，一把长剑破空而来，直接落入到了陈长安的手中。
这是陈长安自从修炼以来第一次真真正正的拿起剑，而这把剑慕云瑶认识，王之维看着也感觉有些眼熟。这是噬心剑，你居然将如此重要的东西给了他！这可是穆家的噬仙剑，就算放在太古仙域，那也是让很多人心动的绝世仙兵。这也未免太大方了一点吧？穆家真的同意他这么做？师傅，如此看来，这东西应该不是你口中的地兵吧？不错，噬仙剑乃是太古仙域9大顶级仙剑之一。太古仙域9大顶级仙剑之一吗？我这个师傅还真是大方。小子，就算有噬仙剑，你也无法发挥出它的威力。凭你的实力，伤不了我分毫。是吗？下一刻，王之维感觉自己似乎受到了某种束缚。束缚？我怎么会感受到束缚？是他的手段？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有这样的手段。哼，雕虫小技罢了。给我破！王之维想要调动身体之内的力量，将这束缚感给破开，然而却发现自己似乎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调动体内的能量，就好像灵魂和身体已经完全断开，失去了联系一般。你的实力真的很强，我束缚不了你太久，所以我也不跟你客气了。然而下一刻，陈长安一剑刺出，噬仙剑不偏不倚地刺进了王之维的身体之中。陈长安，你果然无知，你不会当真以为凭借着噬仙剑的威力，只要刺入我的身体就能要了我的命吧？你还真是……王之维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脸色巨变，他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死亡之力在自己的身体之中无限蔓延，而他体内的生机也在快速的消失。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你对我做了什么？你知道自己错在了什么地方吗？什么地方？你太自信了，从一开始你就没有将我放在眼里，否则我就不会这么轻易的得手。如果你真的将我当成一个对手，一个敌人，我没有办法杀了你，但现在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慕云瑶，你难道就看着你徒弟胡闹吗？还不快点让他收手！师傅，你不用看我，收不了手了。这股死亡之力已经蔓延了他的全身，只有到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刻，这股力量才会消失不见。我也没有办法。哎，你想的太简单了。到了他这种境界的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被杀？如今出现在太玄界的，很大可能只是他的一个分身而已。本体应该留在了王家修炼，你杀了他，却并没有完全的杀了他。还能这么玩？太古仙域果然不简单。不过那又如何呢？我能杀得了分身，将来照样可以将本体击杀。不愧是穆家大小姐，没想到全被你看出来了。这件事情，我们王家绝不会善罢甘休，绝对不会。虽然只是分身，但也是本体之中分化出来的，分身被杀对本体的伤害同样不小。我等着你来找我。记住，我的名字叫陈长安，我会前往太古仙域，你们王家人，我见一个杀一个。与此同时，王家之中，王之维的本体猛地喷出了一口鲜血。好一个陈长安，我不会放过你的！哼！你以前做事不会这么冒失的，这次是怎么了？师傅，不管我杀不杀王之维，你都要离开了吧？这和你杀了王之维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你徒弟，我杀了王之维的分身，也算是和王家结仇了。这样你就多了一个拒绝的理由，哪怕最后改变不了什么，但最少可以给你争取一些时间。而且王家不会咽下这口气，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我，并且杀了我。不止你要走，我也要走。只有我们两个都不在太玄界，太玄界才会太平。毕竟他们的目标只是我和你而已。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了之后，敌人不仅仅只有王家一个，穆家那些想要促成联姻的人也会对你痛恨，甚至是会报复你。当然知道，无所谓，反正我皮糙肉厚，他们尽管来就是了。陈长安，你的体质确实很特殊，我杀不了你，不代表别人也不行。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就算到了太古仙域，体质也是不死不灭吧？你难不成还是先帝级别的体质，真以为自己肉身不灭？难道我这个师傅如今还需要被徒弟来保护？他这么做就真的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我真的要走了，而且我离开之后你要尽快离开。不过我会帮你拖延一些时间，你可以多待一阵子，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当年我从穆家离开的时候，拿走了不少的好东西，这些东西我回到穆家之后还会有，而且只都不少。日后你前往太古仙域，穷家富路的，总要有些东西傍身。毕竟你在太玄界的这些东西，到了太古仙域都是没人要的东西。师傅，你看，这我怎么好意思啊？陈长安一边说，一边将那戒死死地抓在自己手里，丝毫没有还回去的打算。果然还是这么无耻。走了。
天空之中再次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当裂缝出现的那一刻，慕云瑶身影一闪，直奔着裂缝冲了过去。陈长安清楚，那裂缝之后便是通往太古仙域的通道。大黄，看到这个裂缝了吧？很快，我们也要从这里离开了。是啊，咱们也要离开了。太古仙域的青楼一定很高端吧？对吧？你一定会带我去的，对吧？不对，我要飞升了，我可以化形了，我自己去。太古仙域的青楼，你黄爷爷要来了。陈长安也是没有想到，这王八蛋想着的第一件事，居然还是青楼。走吧，咱们没有多少时间，要走了，有些事情终归还是要交代一下。行了，大家都不用这么拘谨，我回来呢，就是看看你们，给你们留下一些东西，我马上就要走了。老祖，可是有什么事情？为何刚回来就要走？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太玄界了，所以算是过来和你们告个别吧。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东西，足以维持陈家数千年的发展。数千年之后，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靠你们自己了。虽然我马上就要离开，不过在太玄界之中，我还有些人脉。日后若是陈云轩也飞升了，你们遇到困难，可以去找青云宗、洛神宫、古家、丹地城、天剑宗。是老祖。好，我就是回来交代一声，你们好好努力，我先走了。离开了陈家之后，陈长安循着当初的足迹又重新走了一遍，见老朋友，和大家做一个彻底的告别。唯独在混乱之区，陈长安逗留的时间多了几天。慕容两姐妹十分舍不得陈长安，陈长安呢也是好一番安抚，才让两个人减轻了一些离别之苦。大黄同样是一个十分念旧的人，这一路将自己曾经去过的青楼又重新都去了一趟，美其名曰和自己的过去说再见。哎，曾经这一路咱们走了有多久啊？差不多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吧，这一次却只用了2-3个月。哎，果然离别的脚步总是会加快一些。那是因为你现在的实力越来越强，速度也越来越快。以前走这么远的路，别的不说，光是赶路的时间恐怕就要花费很久。可现在呢，你的那个空间的本事越来越变态了。不过说起来，咱们是不是也告别的差不多了？就剩下陈云轩他们几个人了。是，就剩陈云轩5个人还没有告别了。走吧，去见见这5个小家伙。你们都到了？公子这一次将我们叫到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不清楚，不过前段时间太玄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恐怕是真的有事情发生，或许和老祖有关。应该是，太玄界之中，除了师傅，别人恐怕没有这个本事。不过，师傅让天机阁阁主派人将我们叫到这里，却没说什么事情，也是有点奇怪。5人并没有等得太久。公子哥哥，很好奇我为什么要将你们都叫过来吧？老祖，是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去做吗？不是，只是简单的告个别而已。我要走了。听到这句话，陈云轩几个人都是脸色大变的。公子，您这么快就要飞升上界了吗？还有不到10年，天榜就可以结束了，到时候我……总是要有分别的。以你们的天赋，不需要多久，恐怕也会飞升上界。或许我们还有再聚的一天。不用这么伤心，我是走了又不是死了。临走之前，除了要看看你们，和你们告别之外，有些事情我还是要和你们交代一下。陈长安将天地人3榜的事情和陈云轩几个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也透露了一些关于周家人的信息。周家的人说了，馈赠给你们的功法和武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们若是想要修炼，尽可以放心的修炼。至于周家人的拉拢，你们自行决定，不用受我影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要做你们自己，所以选择权永远都属于你们。师傅，那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啊？随时。公子，太古仙域有多大？若是我飞升之后，怎么才能够找到您？长安哥哥，我还没嫁给你呢，你怎么就跑了呢？你是不是想逃婚啊？逃婚？听到这2个字，陈长安想起了自己的师父慕云瑶。傻丫头，那订婚的事情不用太在意，也不需要有什么别的负担。若是你以后还想要嫁给我，到了太古仙域再说。若是碰到了真正的中意之人，大可以将这订婚的事情忘记。我就要嫁给你，我不管，你是我的未婚夫，你以后必须娶我。好。陈长安抬头向着天空之中看了过去，是时候该走了。师傅，这么着急吗？是啊，老祖，再多留几天呢。公子，大黄，
陈长安将当初从兽神州获得的那颗不知名水晶状物体直接扔给了大黄，而那东西进入到大黄的身体之后，转化为了一股纯正的能量。下一刻，天空之中那道裂缝再一次出现了。这裂缝，前段时间就出现过2次，难道这就是飞升？那前段时间那2个飞升的人是谁？陈云轩几个人都是大为震惊，没想到天空之中出现这裂缝就是飞升的征兆。大黄，咱们走。太古仙玉啊，这太古仙玉的味道真好，居然还弥漫着一股好像是烤肉的气味，好厉害啊！不是好像，你自己看那边。啊，看样子好像是在等我。周家的人。你师父可是慕云瑶，穆家大小姐？不错。原来是陈公子啊！我叫周远雄，是周家的家主。是我师父让你们在这里等我的。不错。太玄界毕竟是我周家所掌控的小世界，飞升通道连接的自然也是我周家掌控的区域之内。大小姐让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能够有机会躲过王家的探查。躲过王家的探查？怎么躲？送你离开。啊！我才刚到太古仙域，就要把我送走？开什么玩笑？当然，不是送你离开太古仙域，而是送到比较远的地方，让王家没有那么容易找到你而已。至于会送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看你运气了。看运气？啥意思？随机传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你的下落，你会更安全。听到周远雄的话，陈长安也是点了点头。我师父所在的穆家在什么地方？穆家身为太古仙域9大仙族之一，居住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差。穆家居住在福地洞天小云天之中，这可是太古仙域之中很了不得的一个洞天福地啊！我们周家这处福地也还是在穆家的帮衬之下获取的。不过你师父说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先强大自身，不要和王家硬碰硬。我师父还有其他事情吩咐吗？没有了，只有这些。好，那什么时候开始？见陈长安如此干脆，周远雄也并没有多说废话，看了身边几人一眼，几人双手结印，直接在陈长安面前布置出了一道传送阵。进入其中会传送到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你自己小心一点吧。好。陈长安看了大黄一眼，随后两人直接走进了传送阵之中。家主，咱们真的要这么帮他吗？若是王家的人责怪下来，穆家真的会帮我们吗？慕云瑶毕竟是穆家大小姐，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况且这个陈长安可不简单呢。你们能够在准地境界击杀王之维的分身吗？这虽说只是王之维的分身，又是在太玄界之中，但我们没有把握。不只是你们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相信穆大小姐也做不到。最重要的是，王之维在太玄界同样伤不到陈长安分毫，这个人很可怕。所以今日的出手相助，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真正得罪了王家的是他，不是我们周家。王家也不会为难我们的。家主，你真的这么看好陈长安？不仅仅是我看好他，穆家大小姐不也同样看好陈长安吗？否则怎么会将噬仙剑这种宝贝都送给了他呢？你们等着吧，就这小子呀，用不了多久，恐怕就要在太古仙域闯出一番名堂了。走吧，王家的人恐怕也快到了。
还得去和他们周旋一二啊。是，家主。胡闹了这么久，闹够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给穆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爹，这也没外人，装得累不累啊？你把我关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族中那些长老惩罚我吗？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这丫头！穆天野脸色一变，连忙随手布置下了一道禁制，将这里的声音和外界隔绝。别乱说话！你是不是在下界待得太久了，这点防范意识都没有了？真以为那些老家伙听不到我们这边交谈的内容吗？听到就听到呗，他们这么喜欢嫁入王家，让他们嫁就好了。虽说是老了一点，可没准王家人就好这口呢。哎呀，你这丫头呀，这些年都在外面学了什么不三不四的？是不是被你那个徒弟给带坏了？徒弟？我那徒弟多乖巧，多懂事，多……不行，这话真的说不出口。我徒弟哪有您想的那么糟糕啊？很不错的。不错，他在太玄界都干了什么事儿？你当我不知道啊？周家的人都如实给我汇报过了。那小子呀，我就没见过他那么不堪的。穆天野想了很多词汇，可最后觉得实在是有点说不出口了，太脏了，只能够说出不堪二字啊。不过你这个徒弟啊，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这小子能够在太玄界就击杀了王之维的分身，妖孽的有些不像话了。而且他这个情况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我怎么感觉这小子不像是太玄界的人？不对，应该说他就不应该出现在太玄界。一个普通的陈家，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妖孽呢？天生不灭体，不老不死，这是多少人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这小子从出生就具备了。爹，您知道陈长安的来历吗？或者他身上隐藏的秘密？当年周家人发现你徒弟的情况不简单之后，就已经汇报给我了。我让他们仔细的观察过，而且在太古仙域之中，我也进行了一番调查还有咨询。说实话，毫无头绪啊，谁都没见过你徒弟这样的存在。就算是先帝转世，也做不到从一出生就拥有不老不死的不灭体质。先帝转世都做不到，难不成我这个徒弟的来历更加恐怖？可若是如此，为什么会出现在太玄界这种地方？爹，先帝强者转世真的做不到这一点吗？废话，都转世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先帝转世拥有的是恐怖的灵魂、强大的悟性，以及远比别人懂得多的强大功法和武技，修炼起来没有任何的弯路，甚至是突破都没有太多的瓶颈。但想要从出生开始就拥有陈长安这种强大的不灭体质，以我的认知，我是没有听说过，更没见过。你这个徒弟啊，有点意思。这么久了，还是不想嫁？不嫁，我自己的夫君，我自己选。你选了你徒弟？爹，你在说什么啊？他是我徒弟，又不是你亲弟弟，徒弟而已。这种事情在太古仙域也并不奇怪。行了，聊的时间也不能太久，不然的话，那些老家伙又要多嘴了。我会尽量帮你周旋时间，但能够撑多久，我也不清楚。记住，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才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你在太玄界耽误的太久了，这段时间安心修炼吧。爹，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好，我也相信我的女儿绝对不会弱于任何人。对了，还有一件事，陈长安那小子已经来了太古仙域。来了？陈长安会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不知道周家人会给他送到什么地方去。那就看这小子的造化了，没准直接送到王家去了。爹，好，知道陈长安是你宝贝徒弟，我不说总行了吧？那小子呀，遇见危险比谁跑得都快，你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我去，周家人果然不靠谱，这传送的是什么破地方？大黄，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啊，这水还有温度，好舒服啊！啊，完了！这是一处温泉，而此时温泉里面，数十名容貌艳丽的女子一脸愤怒地看着陈长安。我操，这好刺激啊！那个，好尴尬，要不各位先把衣服穿上再说。淫贼，闭上你的眼睛！要不说还得是太古仙域，这里的妹子颜值都那么高的吗？环绕四周数十个妹子，一个长得丑的都没有，这也太刺激了吧！不过这些人穿衣服的速度是真的快，眨眼之间身上的衣服都已经穿好了。唉，水潭之中，大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穿得太快，啥也没看清啊！上他！大黄，别他妈看了，快跑啊！想跑，想得美！结阵！
不过片刻之间，一道强大的法阵便将陈长安和大黄困在其中。大师姐，就是此人，居然冲到了我们沐浴的水潭之中。此人色胆包天，绝对不能饶了他。大师姐，你要为我们做主啊！这里乃是我幻花仙宗后山，你们是怎么来的？幻花仙宗，这名字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幻花楼，那不是青楼吗？闭嘴，你个二货！那个，这位仙子姐姐莫要介意，我和我家大黄都是刚刚从下界飞升上来的，意外，真的是意外才调到了你们这里。至于他刚才说的那个，确实是在下界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个青楼，但绝非是侮辱各位仙子姐姐，绝对没有。不管是真是假，你们闯入我幻花仙宗，偷看女弟子沐浴，这都是事实。对，都是事实，我不狡辩，我承认，看了，但真的是不小心看的。那个，陈长安说着说着，突然一脸气愤地向着大黄看过去。你他妈抓我腿干嘛？哥，我怕你跑，这东西困不住你，但是能困住我呀！你要是跑了，我不得被他们给炖了呀！你得留下来陪我。在太玄界，他可以随便浪，但如今到了太古仙域，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苟一点。我是那种抛弃兄弟的人吗？你是。一个少女看到陈长安和大黄这番表现，没忍住笑了出来，又感觉场合不是很合适，所以连忙低下头，将笑意压制了下去。他说这阵法困不住你，开玩笑，他开玩笑的，是吗？可我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啊，抱得很紧，生怕你马上就会跑。陈长安确实有这样的打算，可如今大黄一直抱着自己，陈长安也有些没办法，总不能真的把大黄扔在这里吧？大黄，松开吧，你我生死兄弟，相伴万载，我怎么会真的将你扔在这里，独自面对这困境？看到陈长安这认真的表情，大黄也是一愣，不由得回想起了和陈长安在一起的经历。似乎他真的从来没有抛弃过我，独自一人逃走。就知道你够。大黄，我先走了，来年我会跟你上坟的。陈长安，你大爷！妈的，刚到这太古仙域，这王八蛋就要和我分道扬镳了，感情淡了，没有爱了，我被他给抛弃了。而此时，大师姐等人也是一脸震惊，他们没有想到这阵法居然真的困不住陈长安。他怎么做到的？而且这个人怎么会如此无耻？一同飞升上来的伙伴，说抛弃就抛弃了。追！啊，那他怎么办？算了，他不过就是一条狗，放了吧。罪魁祸首是那个叫陈长安的混蛋。是。好人，你们真是大好人！我就知道，这太古仙域的仙子姐姐一定都非常的善良。哎呀，多好的小狗狗啊！哼，这个陈长安怎么会如此狠心呢？啊，好温暖的怀抱，好温馨，好怀念。哎，我曾经就是一条普通的狗，陪着他从小一起长大，他对我很好，真的很好。要不是他，我也没有机会来到这太古仙域之中，还有机会认识到各位仙子一般的姐姐。他虽然对我不仁，但是我不能对他不义。我是不会告诉你们，他逃跑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向着北边逃跑的。把他放了吧，咱们去追陈长安。是。哎，可惜了，要是能够再多抱一会儿就更好了。行了，别回味了，趁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快跑啊！大黄，你发现没有？到了太古仙域之后，速度好像变慢了。要是在太玄界，这数千里的距离，也不过是转瞬即到。确实慢了许多，可能是因为这太古仙域天地规则的问题吧，各方面似乎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过感觉限制的并不是很大。刚才我他妈还真以为你扔下我跑了呢，还好我反应的快。我这是相信咱们的默契。我是那种抛弃兄弟的人吗？况且在他们眼中，你就是一条狗，你看到了什么，他们压根儿就不在乎。所以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我。真没想到，刚来到这太古仙域，怎么就被人给追杀了呢？我怀疑他们是看中了我的颜值，所以才不依不饶的。啊？你他妈是认真的吗？你还要不要脸呢？气势长得不错，可你觉得我幻花仙宗的弟子就是这般肤浅？你这么无耻的人，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完了，这狐狸身把小的给调走，这怎么来了一个大的？哎，这位仙子姐姐，可是幻花仙宗宗主？不错。果然如此，我一看仙子姐姐，就感觉您绝对不是一般人，气势高贵，超凡脱俗，威风霸气，绝非普通人。今日一见，真是惊为天人，真是失敬失敬。哼，他真是一个巧舌如簧的小子，我可不吃你这一套。跑到我幻花仙宗偷看女弟子沐浴，你以为这么容易就可以逃走吗？前辈，此言差矣，这怎么能是逃走呢？
只不过是暂时的避开，避免加深矛盾而已。等到各位仙子姐姐气消了，在下是会登门道歉的。虽然只是第一次见你，但你的人品我不信。大皇，他居然不相信我。废话，我他妈也不相信。唉，想不到我陈长安，正人君子，刚正不阿，居然也会有被人如此误会的一天。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对我高尚品德的诋毁。幻花仙宗宗主是吧？当真以为我陈长安怕你不成？我只是不想要欺负尔等女流之辈罢了。我陈长安还真就没有将你这幻花仙宗放在眼里。这小子，到底哪一副面孔才是真正的他？小子，在幻花仙宗之内，你曾说过你是刚刚飞升的，对吧？我不管你在下界如何的威风，如何的不可一世，但你要记住，这里是太古仙域，就凭你这刚刚突破到帝尊界1重的修为，居然也敢口出狂言。今天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哈哈哈哈，好，那今天就让我来领教一下这太古仙域的强者究竟有什么本事。若你能够伤我分毫，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若是不能，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好狂妄的口气，当真以为自己到了什么地方都是无敌之资不成？你会后悔的。幻花仙宗宗主脸色一沉，抬手就是一掌。这怎么可能？陈长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硬生生地扛住了幻花仙宗宗主的强力一击。这小子有古怪。你不是我的对手，退下吧。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啊，衣服？我去！陈长安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衣服怎么还没了呢？这娘们儿不打身体打衣服，太不道德了吧！意外，这是意外。你说你这人对我衣服下手干什么？真白！滚蛋！我说了，但我不服。你这人怎么不讲信用啊？因为我是女人。这一句话，陈长安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反驳。你们男子汉讲究一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顶天立地。可我是女人，刚才是我大意了。若是我全力出手，你必然不会如同现在这般，还能够站着和我说话。我承认你很强，但也仅此而已。不讲道理是吧？好，那这一次我可也就不让着你了。只见陈长安意念一动，一股惊天剑意直冲云霄，浑身的气势更是在瞬间暴涨了1000倍。感受到陈长安爆发出来的气势，幻花仙宗宗主也是大为震惊。然而陈长安发现，这幻花仙宗宗主的眼神从最开始的震惊慢慢变成了兴奋。前辈，是您吗？是您回来了吗？啊，什么情况？前辈，自己怎么就成了前辈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不会错，绝对不会错，是您，一定是您。样貌会变，气质会变，但这气势，这剑意，绝对不会错。前辈，一定是您回来了。那个，我不是太古仙域的人，我刚刚飞升上界，我不是你口中的前辈。你是？我真不是。不，你就是。如果我是，你怎么一开始认不出来我？前辈，我明白，您这样的人物，或许选择了转世重修，你不记得我了，但我一直都记得您。当年若不是您，就不会有如今的我，更不会有幻花仙宗。真是没想到，近100万年过去了，我还能够再见到您。近100万年，这娘们儿够能活的呀！我才活了10000年，你一定认错人了。前辈，或许您并没有觉醒自己的记忆，但我不会认错的。您的气势还有剑意，和当年一模一样，婉晴绝对不会认错。前辈，当年我可是您救回来的，您真的不记得了吗？婉晴，这就是幻花仙宗宗主的名字吗？可我上他们哪去记得这些事情啊？你不会真是吧？你觉得可能吗？那有啥不可能的？你那么变态，说不定真的是这太古仙域的人选择转世重修了呢。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不清了，可能你认错了人，不过是有人相似罢了。若只是样貌相似，我不会这么肯定，但你这气势以及这股剑意都是前辈独有，旁人根本就不具备这些，所以我绝对不会认错。难不成我真的是某个太古仙域强者的转世？没道理啊，强者转世是会觉醒记忆的，可我屁的记忆都没有。能跟我说说你口中的那个前辈吗？我也想知道我是不是他。他叫什么名字？他和你一样都姓陈，他叫陈天。陈天，都是姓陈，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你说的这个陈天很强？强到令人发指。100万年前，整个太古仙域都是关于他的传说，他一个人惊艳了一个时代，
霸占了一个时代，你说强不强？这么强？当年我不过是跟在前辈身边1年的时间，便取得了如今这番成就。只可惜没有机会一直跟在前辈身旁。前辈对我有大恩，可惜太古仙域之中已经很久没有他任何消息了。真是没想到，前辈您竟然选择了转世重修，真是令人钦佩。等等，你认错人了，你绝对认错人了。既然这个陈天已经称霸了整个太古仙域，你觉得他有必要去转世重修吗？这样的妖孽，他可以选择的事情很多，没必要选择转世吧？前辈的选择，我自然是不敢揣测。或许你只是还没有恢复记忆，所以并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这个人是你亲爹呀？陈长安虽然从小就被慕云瑶带走了，但那也是在他6岁之后，他是见过自己父母的，怎么可能会是这个陈天呢？你认为我是陈天，除了气势和剑意之外，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吗？我跟在前辈的身边并不是很久，太多的事情我并不了解，但你的气势和剑意真的和前辈一模一样。虽说过去了这么久，但我绝对不会认错。陈某一生行事光明磊落，绝对不会做出那欺瞒之事。我说不是，就真的认为自己不是。可既然你那么坚持，我觉得有些事情确实值得考虑一下。也许我真是。你咋又突然觉得自己是了？大黄悄悄地给陈长安传音问着。有便宜不占，纯是王八蛋。反正我没说我是，是他说的。咱们刚来太古仙域，多个朋友多条路，何况还是把我当成了前辈恩人的朋友，不吃亏。妈的，果然论不要脸，你才是第一。不过，小姐姐们都好漂亮。大王，干嘛？啊？回家？你是幻花仙宗宗主的恩人，那幻花仙宗不就是咱家吗？对，前辈，幻花仙宗永远都是您的家，只要您愿意，这宗主的位置还是算了。前辈您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屈尊成为幻花仙宗的宗主？是我无礼了。我们2个也是初入太古仙域，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这方面还真的需要和你请教一番。既然如此，前辈，不如就请跟我回宗门先安置下来，如何？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这个人向来习惯低调，别前辈的叫了。我也不过是帝尊境1重的修为，被人听了去也容易引人耻笑。哼，若有人敢耻笑前辈，我晚清第一个不答应。不过既然是前辈的吩咐，晚辈自然遵从。那我称呼您陈公子。可以。好，那陈公子跟我走吧。不知道公子有什么事情要询问的？很多。比如这是太古仙域的什么地方？这是太古仙域的玄天域。太古仙域很大，非常大，单单是这一个玄天域，恐怕就要比下界大上1000倍万倍。而玄天域在太古仙域之中也算不上什么。你的修为是天仙境界。天仙境界，能活这么久？这是自然，下界的准地境界之人，随便活个几万年，甚至是10万年都很正常。我都已经天仙了，活上100万年，很奇怪吗？你知道王家吗？太古仙域9大仙族之一的王家。王家？太古仙域的人不可能不知道9大仙族。这王家实力很强，但生活的地方距离我们这里很远很远。听说王家居住在洞天福地腾云天。前辈，你是记起来什么了吗？并没有。怎么了？既然没有，你怎么会想起来询问王家的事情？我要是没有记错，当年太古仙域有个传闻，王家那一代的绝代天骄王若梦是你是陈天前辈的一个红颜知己。您真的不记得了？我去，什么情况？这个陈天和王家居然还有这样的渊源？王家100年前的一位天骄，居然是陈天的红颜知己。后来呢？这个王家的绝世天骄和陈天怎么样了？这就不清楚了。当年陈天前辈离开之后，虽然太古仙域之中处处都是他的传说，但真实情况知道的人不多。我一直待在玄天域，知道的自然就更少了。陈公子，您这一次重修可有什么计划？暂时还没有想好，想要在这太古仙域立足，以我如今的实力还是有所欠缺的，所以我目前的主要任务应该还是修炼吧。陈长安忍了半天，终于有些忍不住了，低头看向了正在抓着自己衣服啃的大黄。这王八蛋竟然怎么这么呛？大黄，你今天犯病了，啃我衣服做什么？啊，我没啃啊！当大黄的声音传来之后，陈长安愣住了。此时正在啃自己衣服的大黄也没有张嘴说话呀。我操你丫谁呀你！我操你丫谁呀！两头大黄说话的语气一模一样。王八蛋，你居然敢冒充我，我咬死你！王八蛋，你居然不许对我说话，不许对我说话！小妖，别胡闹，快变回来！啊，知道了，师傅。假大黄嘿嘿一笑，随后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陈公子，抱歉，这是我的小徒弟，叫小妖，是妖族，平时就喜欢胡闹。妖族？浣花仙宗还有妖族的女弟子？虽说人类和妖族之间也并不是特别的和谐，但也没有太深的矛盾。当然，除了一些比较偏激的人类或者妖族，当然也是我偶然之间遇见的小妖，见他一个人可怜，就将他带回了宗门。前辈曾经说过，这世上本就没有正邪之分，人妖之别，不过都是天地间的生命，无非是每个人心中对于正邪种族的理解不同，所以才会有了争斗，有了矛盾。小妖虽然是妖族，但他天性善良纯真，从来不会有害人之心，比有些人类强得多。就如同前辈当初所说，教育和引导十分的重要。师傅，我去玩了。去吧。这啥情况呀？这丫头平日里面就古灵精怪的，不用理会，都是她种族自带的一些天赋。太古仙域之中，除了人族之外，还有妖族。那妖族和妖兽有什么区别吗？并没有什么区别。妖指的就是妖兽或者妖修，甚至是一些植物，凡是有生命的都可能会成为妖。他们开解灵智，吸收天地精华灵气，不断的变得强大，更是会衍生出传承天赋。当他们修炼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幻化成人。毕竟人族乃是万灵之长，最适合修炼。这些被统称为妖族。太古仙域之中最强大的妖族就是龙凤麒麟。龙凤麒麟。听到这里，陈长安向着大黄看了一眼，看见了没有？我可是来自太古仙域最强大的妖族。不对啊，那为啥我现在还不能够幻化成人呢？为什么？突然大黄想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突破到了10阶之后，他一直以为自己也可以幻化成人，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不行。大黄，你是不是太弱了？陈公子，你身边的这条狗恐怕有些问题。按理说，它如今的境界相当于人族的帝尊境界，寻常的妖兽都已经具备了化形的条件，可它不能化形，这说明它的身体之中或许残存着更加高等的血脉。越是这种高等级的妖兽，化形越是困难，尤其是神兽。据传，神兽级别的妖族想要化形人类，最起码需要达到仙王境界。当然，我也只是听闻，我并没有见过真正的神兽。仙王？是？大黄此时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还以为飞升了太古仙域之后，自己就可以幻化成人，再也不用被人领着去星楼了。这他妈得多久才行啊？陈公子，你这条狗是不是掺杂了一些神兽血脉？是个杂啊？杂什么？你想说什么？我他妈咬死你！骂谁啊？你刚才在骂谁？人家就是一个口误，你消停点。抱歉，刚才是我言辞不当。我不管陈长安，你他妈放开我！我要咬死他！他居然骂我，他居然敢骂我！陈长安是兄弟，你去吧，上吧，我看好你。啊？你怎么不拦着我点儿？啊，我拦着你做什么？你不是要咬死他吗？去啊！去个屁呀！人家是天仙，自己他妈最多就是一个帝尊级别，那还不是被人家一巴掌拍死啊？你这搞得我很被动的。那你现在主动一点也来得及啊。我那什么，今儿天气挺不错的啊，要不你们先聊，我出去转转。让你见笑了，这家伙就是这样。是我刚才言辞不当。无妨，无心之事而已。这太古仙域除了人族和妖族之外，还有其他种族吗？唉，看来前辈你是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当年太古仙域还有魔族存在，可因为得罪了您，不是被您灭族了吗？啊，灭族了？一个种族被自己……哦，不对，应该是被那个陈天给灭了。这家伙太猛了吧！陈天，陈长安对于这个人是越来越好奇，难不成自己和这个陈天真的会有某种关系不成？前辈，还有什么想要询问的吗？不是说了叫陈公子吗？你这一会儿一个公子，一会儿一个前辈的，有点混乱。这是我疏忽了，公子勿怪。哦，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算了，我没有什么要问的了。你这里有没有什么适合修炼的地方？我想修炼一阵子。适合修炼的地方？切，公子若是不嫌弃，我这里便有一个经常修炼之地。我们这幻花仙宗虽然没有什么洞天福地，但这里也是有着一条极品仙灵脉，仙灵之气的浓郁程度还是要比其他地方强上不少的。而我平日里面修炼的地方，便是仙灵之气最聚集之处。陈长安并没有和婉清客气，毕竟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一转眼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过去了，陈长安在幻花仙宗的名声不好，但大黄却十分吃得开呀。
毕竟在那些女弟子的眼中，大黄就是一条可爱的狗狗，而且还会耍贱卖萌，十分讨人喜欢。可唯独面对小妖，大黄总是躲着跑。啊，大黄，哎呀，你为什么不爱和我一起玩啊？啊，哎呀，你别跑！我才不跟小屁孩一起玩。哎呀，我不是小屁孩，我可是活了2万多年了。切，那也是小屁孩。你看看你这干干巴巴的样子，我才不和你玩呢。干巴巴的样子。我哪里干巴巴了？哎呀，大黄，跟我一起玩吧，好不好？大家虽然都对我很好，可他们天天忙着修炼，都不和我玩呢。大黄，你主人不也去修炼了吗？咱们啊都没有人陪，咱们走吧，好不好？他是我兄弟，他才不是我主人呢。你懂不懂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啊？用来出卖的？大黄，你说真的？啊？是这样？不对，你是小妖呀！大黄，你好聪明啊！你怎么知道是我？你当我是憨批吗？这都看不出来。可是平时那些师姐们，她们都看不出来啊。真是够天真的，他们逗你玩，你还当真了？哎，那边什么情况？突然，大黄发现远处不少女弟子都向着幻花仙宗主峰的方向飞去了。啊？你不知道？你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这么问我，谁叫你这么聊天的？百花峰，乾元仙宗3长老见过陈宗主。不知道3长老今日来我幻花仙宗，所为何事？陈宗主，当年我们乾元仙宗和贵宗门不过是有些误会而已，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您不会还在记恨吧？误会？哼，那我今天杀了你，也说一声误会。我相信你们乾元仙宗应该也不会记恨吧？陈宗主，你这么说，恐怕就有点过分了吧？当年的事情和我们乾元仙宗有何相关？又不是我们动手杀的人，这事情怎么还能全都怪在我们头上啊？哼，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那几个活着的人最为清楚。我倒是想要问问你们乾元仙宗，为何不让我问清楚？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心虚吗？我没去找你们算账，你们居然还敢来我这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没闲工夫搭理你。你不会真的忘了，再过3个月，便是赤月秘境开启之日了吧？赤月秘境，原来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赤月秘境竟然要再次开启了。这赤月秘境万年开启一次，里面虽然危险重重，但也有着不少的宝物。玄天域5大仙宗每个万年，当赤月秘境开启之时，便会派出宗门弟子进入其中。所以呢，又想让我们幻花仙宗的弟子去当垫背的吗？陈宗主，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何必一直耿耿于怀呢？我们乾元仙宗并没有任何对不起你们幻花仙宗的地方。这次宗主派我过来，就是为了提醒你，不要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5大仙宗共同进入，这是规矩。当然，如果你们幻花仙宗放弃这一次的机会，倒也没什么。我们乾元仙宗并不介意多派一些弟子进入其中。哼，你们乾元仙宗倒是好算计。回去告诉于占云，我幻花仙宗会去，但这一次不会和你们的人一起。不和其他4大仙宗的人一起，想法很好，但很不现实。赤月秘境开启，大家会一同进入，这是你说不一起就能够不一起的吗？陈宗主，你的话我会禀告给宗主，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赤月秘境凶险万分，为了你幻花仙宗的弟子，最好还是不要意气用事。送客。不必了。师傅，当年的事情真的和他们4大仙宗有关吗？4大仙宗对于上一次赤月秘境之内发生的事情闭口不谈，5大仙宗一共进入了50名弟子，唯独我们幻花仙宗的10名弟子全军覆没，这里面怎么可能会没有任何的问题？真是可恶，4大仙宗简直是欺人太甚。若不是我的修为已经超过了进入的标准，这一次我定然会将4大仙宗的人全部斩杀在赤月秘境之中。行了，说这些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论如何，这一次咱们还是要去。去吧，挑选10名准仙境界的优秀弟子。是，师傅。当年5大仙宗发现了赤月秘境之后，发现每一次进入的人员有限，只能够进入50人，超过了准仙境界，根本就无法进入到秘境之中。唉，若是进入其中，必定会和4大仙宗的弟子有交集。准仙境弟子，毕竟幻花仙宗准仙境界的弟子整体实力上还是略有逊色的，更何况若是4大仙宗联合起来欺负幻花仙宗，后果会不堪设想啊！出关了。这才半个多月的时间，这么快就出来了？陈公子，你这是准仙界1重突破了？
半个多月的时间就从帝尊境一重突破到了准仙境一重，这速度着实快得有些惊人呐。突破了，不过突破到了准仙境一重之后，感觉继续闭关修炼速度上好像慢了许多。看来我并不适合一味的闭关修炼。陈公子的天赋比之当年恐怕更加恐怖，玄天域之中从未有人能够在半个多月的时间之内从帝尊境一重突破到准仙境一重。我怀疑就算是整个太古仙域，只怕是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有事？看到陈婉晴的表情，陈长安好奇地问了一句：陈公子，晚辈有一个不情之请。不情之请？不会是要占我便宜吧？虽说陈婉晴样貌很不错，可我也不是那随随便便的人呢。那个有些时候吧，这个……陈公子，你怎么了？没什么，你说有什么不情之请？陈公子，你如今是准仙境界，可您的真实实力很强，别说准仙境，只怕是真仙境都不是你的对手。所以我希望您能够带领我幻化仙宗的弟子进入赤月秘境，保他们平安。赤月秘境？原来是这种事情，还以为……陈公子，你怎么了？还有点失望？没有，绝无此事。你做得很好，非常好。咱们还是先聊聊这赤月秘境的事情吧。这赤月秘境是非去不可吗？弱强食，适者生存。身处于这样的幻境之中，不去也得去，否则的话，幻花仙宗会更弱于其他4大仙宗。秘境虽然凶险，但里面的资源却也不少。若是资源不充裕，我幻花仙宗的弟子便会比别人差很多。久而久之，幻花仙宗就会被挤出5大仙宗的行列，甚至可能会走向灭亡。难不成除了这赤月秘境之外，就没有其他获取资源的途径了吗？当然有，但争夺的太激烈了。赤月秘境算是一个捷径吧，每万年开启一次，能够从中获取大量的资源和宝物，而且进入到秘境的弟子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收获，所以没有人会愿意错过进入赤月秘境。陈公子，您是不想去？这倒也不是，去可以，但我觉得应该换一种方式。什么意思啊？坐收渔翁之利，他们干活，我们收获，这不是更好？你也说了，这赤月秘境之中十分凶险，何必让这些弟子冒险呢？他是想要等其他4大仙宗的弟子收获满满之后再出手抢夺。有问题吗？你刚才不是说了资源抢夺很激烈，那不就是你不抢他，他就会抢你吗？既然如此，客气什么？我担心。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可你别忘了，上一次秘境开启，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做得了初1，你怎么就不能做15？你不抢，他们也不会放过幻化仙宗。陈公子说的对，那就抢了。好，就这么决定了。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就是帮幻花仙宗一点小忙。毕竟，陈公子，你有没有感觉到宗门内的仙灵之气似乎变得稀薄了许多？那个修炼的时候一不小心被控制住，仙灵之气吸收的多了一点，可能你们这的极品仙灵脉有些受损。有点受损。陈公子果然非同寻常，不愧是前辈转世，佩服佩服。陈婉晴虽然有些心疼，可她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有陈天，所以陈长安做了什么，吸收了多少，她并不介意，就当是为了报恩了。奇怪，为什么总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呢？离开幻花仙宗已经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大黄这段时间总感觉有些奇怪，似乎无时无刻都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哎，小妖，你是不是又不听话了？出来。小妖？他在哪儿？他刚来了。不对啊，我没有感觉到有他的气息啊。嘿嘿嘿，师傅，你怎么知道是我啊？妈的，怎么回事？为什么是从我身上传来的声音？还不赶紧变回来，你这丫头。哦，知道了，师傅。小妖变回来之后，只见一屁股将大黄坐在了地上，压得大黄呲牙咧嘴。你一直压在我身上，你到底变成了什么东西啊？狗毛。啊，狗毛！这丫头居然变成了狗毛，一直躲在我背上。我就算没发现也就算了，为什么陈长安和陈婉晴也没有发现？有趣，居然连我都没有发现，他是怎么做到的？陈公子，这是小妖的天赋能力，他可以随意的变化任何一种形态，而且他能够模拟对方的气息，做到完美贴合，所以一般很难发现，就连我也经常被他戏弄。这天赋能力
居然这么强，只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害。对于修炼者而言有些鸡肋，但对于狗道中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完美技能。这他们用来逃命，太合适不过了。小妖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小妖的本体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妖族。我遇见小妖的时候，它是半人半妖的模样，紫金色的眼睛，身上带有一些妖兽的毛，很柔软，但分不清是什么种族。难道是人妖？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是人类和妖族生下来的？我在下界的时候看过画本子，有些妖族幻化成人之后，会跑去和人类谈情说爱，最后生下来的那不就是人妖吗？要不然叫妖人？哎，好像怎么都不好听啊。所以，师傅，我真的是被父母遗弃的吗？小妖，不要多想，大黄就是胡说八道。也许你只是和父母走散了。对，我胡说八道呢。哎，这孩子倒也是个苦命之人。既然出来了，就让他一起跟着吧。你不能总是把他留在宗门，他早晚都要出来。保护的太过，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不管怎么说，他的修为都达到了准仙境巅峰了，你也不能太担心。陈公子说的对，确实应该让他多历练历练。不如这一次赤月秘境，您带着他一起进去。行吧，就当给大黄扯个玩伴了。陈公子，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说吧，只要不过分，我满足你。如此，便多谢公子了。我想若是有可能，希望公子你能够帮我查出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幻化仙宗的那10名弟子究竟因何而死。啊，就这事，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简单，还请陈公子明示。搜魂案，那不就知道的一清二楚了？要是真有这么容易，我早就这么做了。各大仙宗为了防止宗门弟子被人搜魂，都会在灵魂上布下一道禁制。这道禁制十分强大，随意搜魂很可能会受到反噬，除非搜魂的这个人灵魂强度远超布下禁制之人。以我的实力，恐怕做不到。这事情交给我吧，我的灵魂强度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赤月谷，这幻华仙宗的人不会真的不来了吧？上次赤月秘境的事情，陈婉清那个女人还耿耿于怀呢。这件事情，她确实耿耿于怀，但应该不至于不来。这赤月秘境之中，毕竟宝物众多，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哼，女人就是麻烦，不过就是死几个人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么多年来，咱们的弟子不也有死在赤月秘境的吗？哎，不用和女人一般见识。不过说起来，我倒是真的希望他们来。毕竟上一次的事情，我觉得再来一次也不是不行。当年的事情，除了陈婉清之外，他们都知道真相，也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了，真是没想到，陈宗主居然亲自前来。只不过，为何不见你幻华仙宗的弟子？就这一个？陈长安也是刚刚得知，原来这婉晴和自己是同姓啊。我派几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关系好你们自己的弟子，少来掺和我们幻华仙宗的事情。当年发现赤月秘境之后，咱们5大仙宗可是立下过规矩，难道你们幻华仙宗要坏了规矩不成？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我才是当年立下规矩的当事人之一，你们算什么东西？我做什么事情还轮不到你们过问，有意见让那几个老家伙过来。陈宗主，你是前辈，何必为难我们这些晚辈呢？既然你就派一个人，那我们也不能拦着不是。只不过进去之后，若是有什么意外，你可怪不了我们了。谁说我派的只有一个人？他也是我们幻华仙宗的人。啊？他？男人？幻华仙宗有男弟子了，而且这修为才准仙境1重，开什么玩笑？陈宗主，你是认真的吗？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你们幻华仙宗可从来都没有男弟子。你难不成想要让外人进入？你就不怕这赤月秘境的消息泄露出去吗？谁说他是外人？谁又说他是我们幻华仙宗的弟子了？他陈长安，乃是我幻华仙宗太上长老，只不过修为只有准仙境1重，怎么有问题？所以这一次你们幻华仙宗就派了这2个人，你瞧不起谁呢？我问一下，这些人就是你们4大仙宗这一次要派出去的弟子吗？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小子，你想说什么？没什么，如果是，你们就多看几眼。毕竟赤月秘境凶险万分，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好狂妄的小子，
这是在威胁还是恐吓？真是没想到，幻花仙宗这位太上长老还真是口气不小。我劝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准仙境1重，真是可笑。我说陈宗主，这小子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要不然你怎么会舍得将太上长老的位置给他呀？哼！对方的话让陈婉晴脸色一沉，冷哼一声，直接出手。口无遮拦，再有下次，我要你们的命！陈宗主，大家只不过是开个玩笑，你怎么还动手了呢？陈宗主息怒，五大仙宗同气连枝，万万不能伤了和气。和气，同气连枝，这是可笑之极。哼！记住，进去之后找机会把幻花仙宗的人干掉，最好是先让他们找到宝物之后再动手。是，长老。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无视你，甚至是敢调侃你这个宗主？为什么？因为你做事总会留有余地。记住了，打不过的时候要忍，打得过就要狠。只要你够狠，别人才会真正的重视你。刚才的局面，你就是把那2个人杀了，又能怎么样？大不了把所有人都杀了。没有人愿意招惹一个疯子，更不愿意招惹一个实力强大的疯子。记住了吗？原来我一直以来错得这么离谱，多谢公子赐教。5日之后，赤月谷之中，凭空出现了一道能量入口。他们倒是挺着急。4大仙宗这些弟子，有一半都是上一次进入过赤月秘境的人，这是一个规矩。万年前进入的弟子会留下景人，压制修为，等到第2次开启，带领新的宗门弟子进入，如此循环，老人带新人会比较有利。里面的宝贝会慢慢恢复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些天材地宝确实如此，只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些宝贝，想要获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有实力，也要有运气。我倒真的很好奇，这秘境究竟是什么样子？大黄、小妖，走，跟我去秘境。啊？现在就进去啊？着啥急啊？反正咱们进去不是为了收割吗？你就不好奇这秘境是什么样子的？不好奇，就是个秘境，有啥大不了的？大黄说完之后，突然也愣住了，这完全是他下意识的一句话，更像是来自于灵魂的一句话。大黄，你是不是快要觉醒传承记忆了？我不清楚啊，但是刚刚提起了秘境之后，脑子里面确实出现了一些原本我不知道的事情。所谓的秘境，其实就是陨落的世界，也有可能是曾经处于这个世界的某种独立的空间，就类似于福地洞天。虽说因为一些原因出现了变故，但是里面的好东西确实不少，而且还会留下来前人的那些宝物。秘境，或许是陨落的世界。大黄，你的脑海里面有类似的信息出现吗？听到陈长安的话，大黄向着四周看了看。有些模糊的记忆出现。这赤月秘境不是洞天福地，而是一个陨落的世界。这陨落的世界和太古仙域出现了一个连接的入口，出现了入口会有时间期限，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入口还会再次出现。我一直以为一个世界毁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看来毁灭的应该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生命体。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危险存在？这种陨落的世界也就是秘境，会出现一种叫做禁的生物，它们并没有生命，靠着吸收毁灭之力成长，实力有强有弱。这里的危险应该来自于他们。禁，通过吸收毁灭之力成长吗？而且禁并没有任何固定形态，所以他们可能以各种形态出现，可能是空气，也可能是我们周围任何一样东西。而且禁并没有生命体，也没有任何的气息，想要主动发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怎么突然觉得小妖除了有生命有气息之外，其他的特点和这个禁有些像呢？啊？对哦，好像真的有点类似啊。我不会是禁的后代吧？不可能，禁这种存在是不可能繁衍后代的，它们更类似于一种能量啊，对，它们应该是属于一种能量。大黄，你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啊？这有什么话？我以前的付出你都忘了吗？付出？你吃我的喝我的，逛窑子都他妈是我花钱，你付出了啥？哦对了，毕竟我也是曾经骑在你身上的兄弟。行，我不跟你计较，就当扯平了。七狗烂裤裆，你就等着遭报应吧。哎，大黄，太上长老，
你们过来看，这是什么？哎，这是个什么？你们不认识这个东西吗？我们应该认识吗？按理说应该认识才对。应该认识。这到底是什么呀？一坨风干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屎。你们说这是什么东西拉出来的屎？不清楚，但很古怪。这地方是几十万年前发现的，毁灭的时间应该更久。为什么会有屎存在呢？道华，你觉不觉得有古怪啊？按理说，不管是人类还是妖兽，达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身体之中是不会产生这些污秽之物的。若只是普通人留下来的，不可能存在这么久。是这秘境的问题，还是这坨屎的问题？这个问题，我需要思考。是啊？怎么了，小妖？是跑了啊！跑了！爸爸成精了！道华，你说这会不会是借物幻化而成的？有可能，可是他跑什么呀？抓住就知道了。画地为牢。陈长安盯着结界之内不断想要冲出来的那坨屎，心中是充满了好奇啊。他好像要说些什么。你是想让我放了你？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听到陈长安的话，对方似乎陷入到了一个纠结的状态之中。他这是在干嘛？写字？他是在写字吗？别杀我，我害怕。其实我是个人，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宝贝，很多很多的宝贝，只要你们不杀我。看到对方留在地上的字，陈长安他们也愣住了。放你出来也不是不行，你既然知道宝贝，那你就带我们去。不过我得捆着你，以免你再跑了。得，见过遛狗的，第一次见他们还有人遛屎。在这绳子上面，我可是布下了禁止，你跑不了了。乖乖听话，离开的时候我放了你，要是不听话，小心我让大黄吃了你。他可是狗，专吃粑粑。陈长安，你他妈有完没完呐？呀，一坨点头了。不对，点屎了。也不对。哎呀，这咋形容啊？一坨，这个名字不错，以后就叫他一坨吧。总屎啊屎的，我他妈感觉都能闻到味儿了。你确定这附近真的有宝贝？有，相信我。这里应该有一个类似于奇门八卦的阵法，因为随着阵法的开启，陈长安他们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之中。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福地洞天？是这个世界曾经存在的洞天福地吗？那边的废墟曾经应该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势力所在。提托，你为什么会知道进来的方法？我不知道，就是记得。我记得我是人。看到一坨写的字，陈长安还是觉得这个一坨有问题。一个人好端端的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你不记得怎么变的，那我之前是谁，总不会不记得吧？哇，太上长老，这里有好多宝贝呀！发财了，好多宝贝啊！什么宝贝？至于这么开心吗？当然啦，这地方的宝贝比我们幻化仙宗的都多。要是师父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比幻化仙宗的都多，这种地方，寻常人恐怕很难会找过来。所以虽然赤月秘境开启了这么多次，但并没有真正找到一些宝物的所在之处，这些资源也就一直的保存了下来。小妖，你先将这些东西都收入纳戒之中吧。大黄，你们陪着他，我去四周转转。哎，好。对了，你小心一点，这一路都没有出现境，说不定这里会有。知道了，你们两个也小心一点。哎，好。这里应该是所谓的藏书阁，功法武技，怎么都是这些东西啊？终于找到了，原来毁灭之前是会有征兆的。当陈长安找到了一些记载资料后，发现这个世界在毁灭之前，天地之间会出现一些预兆，只不过没有人知道，最后面临的将会是毁灭。大黄，你们两个吃什么的？别乱吃东西。好东西，你来点吧。这是什么？嗨，这回轮到你不懂了吧？这可是好东西，叫妖仙灵涎。这东西对于人族没有什么用，但是对于妖族好处巨大。哎，小妖，你别吃太多了，别突破到真仙境了。我多吃点没事，我修为低。那我不吃了。大黄却是不管不顾啊，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炫。
这东西时间越久，功效越强。大黄吃了一会儿之后，就已经有些撑不住了。不行，我好一下。怎么要突破了？哎呀，吃撑了。滚！开个玩笑，真的要突破了。等到他完全的消化了这妖仙灵弦的能量之后，竟然真的突破了。此时的大黄已经相当于人类准仙境巅峰的实力，突破之快让陈长安都有些羡慕啊。效果这么好，那小妖刚才也吃了，怎么没突破？他吃的少没事儿，这地方好东西真的不少。哎，你看看，仙器、仙丹，各种天材地宝。哦，对了，你刚才去的那边还有功法和武技吧？我感觉这地方当年的势力比幻花仙宗强多了。这赤月秘境不简单呐，这么多东西，没有你看中的？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我动心的。走吧，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好东西了。一坨，你还知道其他地方吗？知道，我带你们去。一坨倒是很配合，陈长安也不明白，他都成了风化的屎了，怎么还这么怕死呢？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了20多天的时间，距离赤月秘境关闭已经没剩几天了。这赤月秘境也没有那么危险呀。说的也是奇怪啊，这一次进来居然会这么顺利。是啊，上次我们进来可是吃了不少苦，都不敢太过于深入。没想到这一次不仅仅走的范围更远了，而且一点危险都没有。这一次收获颇丰，回去之后必然会受到宗门的嘉奖，说不定还会给我们不少好东西呢。对了，幻花仙宗的那2个人呢？他们进来了吗？进来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见到过一次，再之后就没有见到过了。不会是已经死在这里了吧？很可能，就他们那样的实力，遇到了禁根本就活不了。可是这一次那个什么叫禁的怪物并没有出现呢，说不定他们也活着呢。就在众人议论之时，陈长安牵着一坨，一左一右跟着大黄和小妖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范围之内。活着，果然还活着。我操，他们在干什么？牵着的是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是一坨风干了的屎。陈长安的行为让众人都是一脸懵逼，一坨呢也是十分的郁闷。说好了带你们找宝贝，你们放我走，为什么还要一直拴着我？哎呦，这不是幻花仙宗的太上长老吗？现在不遛狗改成遛屎了？不愧是幻花仙宗的人，真是有品位，有品位。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大黄直接冲上去，一巴掌便将对方给扇飞了出去。妈的，你们跟谁俩呢？这条狗的实力怎么变了？宝物，他们一定在这赤月秘境之中得到了不得了的宝物。小子，不想死，就把你们找到的东西交出来，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东西交出来可以，只不过我要交给谁呢？乾元仙宗、焚天仙宗，还是御剑仙宗？陈长安，你这手段也太恶劣了！你真以为我们是你一句话就能够挑唆的吗？你看，这东西真不错，给谁好呢？陈长安将这东西全都送给了乾元仙宗的那10名弟子。就这些？这还少吗？难道你们这1个月获得的更多？陈长安的这一句话，让乾元仙宗的弟子都是哑口无言。小子，你什么意思？给他们不给我们？你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啊？乾元仙宗实力强，我不给他们给谁啊？不错，我们乾元仙宗在5大仙宗之中实力最强，你还算是有眼光，知道应该把东西给谁。放心，我们也是说到做到，东西交给了我们，我们不为难你。好东西，你们难道想要独吞吗？你什么意思？大家平分，见者有份。笑话，这东西是我们乾元仙宗凭实力获得的，凭什么分给你们？你们乾元仙宗是真的打算要独吞了是吗？什么叫独吞？这本来就是我们的。那咱们就各凭本事吧。陈长安的手段并不是很高明，甚至可以说是明谋，根本就不是什么阴谋。这些人明知道是个陷阱，现在也会控制不住的踩进去，因为这个诱惑足够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冒险。各位打够了吗？打够了的话，那我可就要收获战利品了。沈长安，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跟你们一样，当然是抢宝贝了。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想问问，上一次赤月秘境开启，幻华仙宗的弟子为什么会全军覆没？此话一出，上一次进入过秘境的老人都是脸色一变，并没有回答陈长安这个问题。不说什么不重要。你在搜魂？你怎么可能会没事？你不可能没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做到的？从对方的灵魂记忆之中，陈长安已经得知了当初的真相。好一个5大仙宗同气连枝，
你们一群男人竟然能够做出这种事情，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连畜生都不如！陈长安意念一动，之后出现了无数道剑气，直接向着面前的众人冲了过去。陈长安的剑气带着死亡之力，在陈长安的控制之下，虽不致命，却是让他们的伤口瞬间坏死，根本就无法愈合。太上长老，他们好可怜，要不然还是直接杀了他们吧。小妖，你太善良了。对于有些人来说，痛痛快快的死，真是便宜了他们，让他们在无尽的痛苦之中慢慢死去，这才是他们应得的报应。这赤月秘境也快关闭了，现在该轮到你了吧？说完之后，陈长安向着伊陀看了过去，注意到陈长安的目光，伊陀变得十分紧张，又开始在地上不断的写字。别写了，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底细吗？不过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禁主还是什么？陈长安笑着问着。你对这里的情况太了解了，简直就是了如指掌。赤月秘境本就是陨落的世界，早就不存在任何的生命体，唯一还存在的只有禁。可这一次我们进来，一个禁也没有看到。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吞噬了其他的禁，成为了这里的禁主，或者是禁王，对吧？他说完之后，伊陀并没有马上回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大皇说过，禁会产生灵智，但不会太高。为什么他会与众不同呢？变异了，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好的，也没有恶意，聊聊吧。见到陈长安这么说，伊陀随后开始长篇大论，并没有在隐瞒着什么。正如陈长安猜测的一般，伊陀就是禁，从这世界陨落的那一刻开始，赤月秘境之中诞生的第一个禁，他吸收的毁灭之力最多，也是最强的一个。你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专门等在出入口这个地方，想要做什么？不是，我都已经发现你的身份了，你能不能变个别的模样？就这么喜欢使啊？陈长安说完之后，伊陀果然是变了一副模样。只不过你变的都是什么鬼东西？你就不能变个活物吗？伊陀思索了一番，又一次进行了变化，这一次终于变化成为了一个活物，只不过是个王八。尽力了，我们拥有变化的能力，但是对于生命体的变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是我最大能力了。你看看这多好啊！虽然是个王八，可你是一个能说话的王八，比写字强多了吧？确实感觉很不错。对了，你刚才问我啥？我问你，等在这里做什么？那些人我不喜欢，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理会。你们不错，有趣，我不想留在这里了，我想出去。我感觉外面的世界比这里好。曾经在这里死去的那些五大仙宗弟子，灵魂多多少少都被伊陀吸收了过去。从这些人的灵魂之中，伊陀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大黄，别玩了，过来，问你点事。将伊陀的问题说了一遍。大黄听完之后也是皱起了眉头。我的记忆里面并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禁是因陨落的世界诞生，或者说是因为毁灭之力而诞生。离开了这个地方，就等于失去了孕育他们的养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真的不清楚。或许外面的世界更好，但是对于禁而言，我觉得还是自己更好一些。与其在这里浑浑噩噩的度日，我还是想要出去见识见识。就算是死在了外面，那也是我的命。带我出去吧，我带着你们找宝贝，就是想要当做一个答谢的。行吧，就当日行一善了。带你出去也不是不可以，你是能量体，并非生命体，应该可以进入我的纳戒之中。你敢进去吗？敢，我不怕。好。陈长安点了点头，随后将伊陀收进了自己的纳戒之中。小妖，那些人已经死了，纳戒和他们解除了绑定，你去把他们纳戒里面的东西都收着吧。好，是太上长老。走吧，秘境马上就要关闭了。秘境之外，1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众人的回归。师傅，怎么样？遇到什么危险了吗？什么危险都没有，玩得很开心。什么危险都没有。小子，我们宗门的人呢？为什么他们还没出来？你们的人，你问我哪知道？你们都在赤月秘境之中，你会什么都不知道？赤月秘境大了，我他妈又不是他们爹，他们是死是活关我屁事。你哪位啊？我是御剑仙宗长老，你算。这是我幻化仙宗的太上长老，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好，我们可以注意一点。那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们，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出来？我不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陈宗主，你们幻华仙宗这是什么意思？
就不怕我们4大仙宗联合起来讨伐你们幻化仙宗吗？联合讨伐，动手！可陈婉晴却并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机会。不过一个照面，4大仙宗的长老便已经身受重伤，倒地不起。这是我从4大仙宗弟子灵魂之中提取的一段记忆，你自己看吧。而随着记忆的读取，陈婉晴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同样，4大仙宗的4位长老也彻底的慌了。陈宗主，当初的事情，我们也十分遗憾。我告诉你，都是为了你好。陈宗主，我们是无辜的呀！你们都知道，你们所有人都知道真相，你们无辜吗？当我幻化仙宗的弟子被你们4大仙宗弟子联手奸杀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无辜吗？你们都该死！师父，你没事吧？陈婉晴将那4位长老击杀了之后，整个人都陷入到了一种悲伤的情绪之中。我没事，陈公子，多谢了。如果不是你，我恐怕不会知道当初发生了什么。而且这一次的秘境之行，我们幻化仙宗的弟子恐怕会重蹈覆辙。接下来什么打算？这一次4大仙宗弟子连同长老全军覆没，恐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若是敢找麻烦，那就跟他们鱼死网破。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退让半步。好，这一次秘境的收获大多数都在小妖那里。陈公子，您这是要走了吗？该走了，我来这太古仙域还有事情要做。陈公子，你是想要去找回自己的记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去一趟凤仙山。凤仙山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陈天？我记得当年陈天前辈经常提起凤仙山，似乎在那里留下过什么东西。如今想来，恐怕前辈您当年就应该知道后面会进行转世，所以给自己留了一些东西。救了我之后说过很多次，我甚至怀疑前辈您当年就知道自己的转世之身会出现在幻化仙宗，所以才会特意多提了几次。好，我会去的。如果4大仙宗的人找你麻烦，你可以把事情推到我的身上。陈公子，这件事情我会自己处理。如此也好，我应该不会太快离开玄天域。有没有什么办法随时传递消息？有，这是传音仙域，能够随时保持联系。这东西虽然能够随时保持联系，不过还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的。但如果只是在玄天域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联系不到的情况。好，如果有事，用传音仙域联系。好。对了，凤仙山在哪儿？出了赤月谷，向着东南方向一直走，大概以我的实力，恐怕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到。好，这回真走了。小妖，我们也走吧。小妖，小妖，你……陈婉晴这时候才注意到，小妖居然不见了，地上只留下来了她所佩戴的纳戒。这丫头又跑了。哎，算了，跟在前辈身边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或许便是他的造化吧。你打算去哪儿？听到陈长安的话，伊陀并没有回答，而是仔仔细细地观看着外面的世界。真好，原来外面的世界真的不是红色的，而且也没有毁灭之力，感觉这股能量很温和，很舒服。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要好好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的生活，或许会找到不一样的人生。人生？你他妈是人吗？你哪来的人生啊？那咱们就在这里分别吧。好，多谢你带我出来。不用，你自己用那么多宝物换来的机会。告辞。凤仙山。哎，你说这个陈天跟你到底什么关系啊？不会真的是你的前世吧？说实话，我现在也不是很肯定，但感觉很多地方都说不通。或许找到了他留在这里的什么东西，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吧。可是东西在哪儿呢？这凤仙山虽然很大，可是陈长安和大黄基本上已经什么地方都走过一遍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啊，我好像发现了，在那边。小妖，你怎么跟过来了？嘿，玩啊，我也想见见世面嘛。哎呀，你看我都跟到这里了，就带着我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说。你刚才说你发现了，在什么地方？小妖带着陈长安和大黄来到了刚刚经过的地方，这里确实不太一样，有一个洞，一个只能够容纳拳头大小的洞。你觉得这洞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你们等等啊，我进去。小妖直接幻化成了一条蛇，钻进了洞里面。等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小妖竟然真的从里面带出来了一样东西，一枚纳戒。这纳戒我看过了，并没有任何的精神烙印，可以直接打开呢。片刻之后，陈长安有些疑惑地从纳戒之中取出来了一封信。他居然真的知道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陈婉清遇见陈天已经是近100万年了，而在陈婉清遇见他之前，他就已经将东西留在这凤仙山了。100万年前，他就知道会有一个叫做陈长安的人过来取走这枚纳戒。好恐怖的一个人呐！陈长安，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你？是不是也在怀疑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但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我不会死，所以不会存在转世之人。同样，我也不是你爹。看到这里，陈长安彻底的懵了。不是转世，也不是爹，那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兄弟，那也不对劲，时间匹配不上。怎么样？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不告诉你。我去，这王八蛋怎么比我还贱？哎，不要骂我贱了，我是一个很正派、很正经的人。啊，这都知道。好了，说正事儿。想要解开你身上的秘密，这需要依靠你自己。就算我有能力称霸了整个太古仙域，也无法直接的帮你，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实力还不够，为你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不过我在太古仙域之中，还是为你做了一些准备，这个你以后就会有机会知道。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了太古仙域。加油吧，想要解开秘密的第一步，成为太古仙域的最强者，否则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触碰这个层面。祝你好运，陈天。陈天称霸了太古仙域，这样的实力居然还不够。我身上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陈天要帮助我？阴谋、阳谋，还是另有所图？而我想要解开秘密的第一步，居然是成为这太古仙域的最强者，这仅仅是拥有了资格。妈的，居然敢安排我的人生！老子为什么一定要找身上的秘密？我偏偏他妈的就不找，爱咋咋地。老子的人生，老子自己做主。那个，既然他知道那么多事情，会不会连你现在的反应他也知道？他就是故意要这么做的，想要让你反其道而行之呢？大黄的一句话让陈长安也愣住了，但不得不说大黄说的有道理啊。这个陈天实在是太恐怖了，仿佛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能想到的，他应该也都想到了，所以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他赢；我不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他应该也有对策。不管我怎么做，恐怕都会步入到他的安排之中。这感觉真是太糟糕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大黄，你说，要不我自杀吧？陈长安的一句话让大黄也懵了。你别闹，要我说呀，咱们就该逍遥逍遥，该快活快活，千万别为了某种目的性而活着，那样多累啊！走，哥带你去青楼，咱们放松放松。这可是仙域的青楼，那姑娘一个个的，不都得跟个仙女似的吗？啊，青楼？哎，大黄，青楼是什么地方？很好玩吗？好玩，当然好玩了。不过你不行，你去不了。啊？为什么？说你去不了就去不了。大哥，走啊，哥带你去青楼怎么样？咱们先去逍遥逍遥。不管怎么样，先离开凤仙山再说。可刚到山脚，就发现有一群人跪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看到这一幕，陈长安脸色一沉。妈的，我这就已经被算计了吧？是他们陈天安排的，都他妈100万年了，他就不怕事情出现什么纰漏？一人一狗一丫头，是他，他出现了，他真的出现了。李家李云天见过前辈。准仙境一宠，这真的就是老祖口中那个能够拯救李家的人吗？会不会太离谱了？你认错人了，我是偶然路过的。没认错，没认错。你看，李云天直接取出来了一幅画像，上面正是陈长安带着大黄和小妖，就连身后的背景都是凤仙山。这陈天究竟是什么妖孽？这东西是谁给你的？是谁让你在这里等我的？前辈，求求你回答我的话。是，大概在100万年前，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我们李家，留下了这幅画，并且告诉我们100万年之后李家会遭遇灭顶之灾，到时候我们带着这幅画来到这凤仙山，便能够遇见救助我李家的人。前辈，您一定要救救我们李家呀！可他为什么要让我帮助这个李家？帮助了，我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哎，他为什么让你们找我？你也看到了，我的修为只有准仙境一重。对，就是准仙境一重。当年那个年轻人说过了，
别看你只是准仙境1重的修为，但实力很强，能够帮助到我们李家。他还说你帮了我们李家，会得到一样你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前辈，当年那位年轻人说过了，这东西和你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可并不在我李家。既然东西不在你们李家，我为什么帮你们？你觉得我是那种没事大发善心的人吗？前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你帮我们李家，更不知道应该回报你什么才会让你动心。但是我李家真的很需要您的帮助，只要您开口，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定都会答应。先说说你们李家到底遇见了什么麻烦吧。好。通过李云天的讲述，陈长安也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李家得罪的是5大仙宗之一的焚天仙宗，并没有太多的深仇大恨，只因为焚天仙宗想要吞并李家。连你和谁都有矛盾这事他也知道，他也太变态了吧。前辈，您能救救我们李家吗？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口中说的东西是什么？真的不知道。当年他就留下来了这些话，还有这个画像。而我李家虽然有些宝贝，可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带我去李家，我要先看看你们李家的东西。好，前辈，请您跟我来。前辈，都不是吗？李云天将李家的东西，凡是能够看得入眼的，全部都拿到了陈长安的面前。都不是。没关系，我们李家还有。我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你好好的挑一挑，看看是不是有让你感兴趣的东西。对了，大黄去做什么了？你有留意到吗？这没注意。行吧，你先去忙吧。这该死的大黄，一定要跑去青楼的。老祖，这个陈长安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居然跑到秦家开的青楼之中，而且还不付钱，现在被秦家的人带了回来，这太丢人了。陈长安青楼？胡说八道！陈长安一直在李家就没有离开过，怎么可能会去青楼？我刚从他那里过来。啊，没离开过？那外面那个陈长安是谁啊？老祖，我说的是真的，不信您跟我来啊！现在人还在秦家人的手上呢。走，带我过去看看。你们李家还真是好大的威风啊！他们是你们李家的客人吗？居然敢跑到我们秦家的青楼白嫖，是没有将我们秦家放在眼里吗？他们在你们那儿消费了多少？我来给。什么情况？2个陈长安，居然让小妖变成我的样子，老子的名声都被你败坏光了。小妖，还不赶紧变回来！小妖？都是大黄让我这么做的。小妖，你怎么能够出卖我呢？快乐的时候一起快乐，最后你把责任都推在我这边了。哎，我不快乐，去了之后我一动都不敢动，他们还对我动手动脚的，一点也不快乐。抱歉，管教不严。他们一共在你们那里消费了多少？1万上品仙灵石。啊？1万上品仙灵石？禽兽，你他妈还真敢说呀！1万上品仙灵石，你们家的青楼他妈值1万上品仙灵石吗？你们秦家所有产业10年的总营收有他妈1万上品仙灵石吗？你当别人都是傻子不成啊？10年都赚不上1万上品仙灵石吗？那这秦家还真是有点狮子大开口，在这坑傻子呢。你确定真的要1万上品仙灵石？小子，你他妈给得起1万上品仙灵石吗？做不了主就滚一边去！你拿不出来，但是李家可以，对吧？此时李家众人看向禽兽的目光都充满了愤怒。这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这本来就和你们李家没有关系。你处理？切，小子，你有1万仙品灵石吗？仙灵石有，不过不知道你们秦家接不接得住。当然，说你现在改口也来得及。哟，实力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哼，我们秦家就是不讲理，你又能怎么样？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在太古仙域，谁的实力强，谁才有话语权。你算个什么东西？换作是平时，你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你说的对，谁的实力强，谁就有话语权。所以你现在可以闭嘴了。就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禽兽此时已经倒地不起，口中不断的喷出鲜血。到底是金仙境，还是有点难上。下一次应该再认真一些。陈长安一招，只是让禽兽进入到了濒临死亡的状态，并没有直接被秒杀。
这让陈长安明白，太古仙域和太玄界还是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反叛是不是只会这一句话？我是谁重要吗？你本可以不死的，可你为什么一定要装逼呢？我是秦家的人，你不能杀我！你秦家人怎么了？4大仙宗的人我都敢杀，你秦家比他们还厉害。你们2个跟我过来。大哥，真好，不愧是太古仙域，质量真不错。哎呀，你没去呀，真是可惜了。你少在这跟我嬉皮笑脸，严肃点。你看，你咋还急眼了呢？我不笑了。太上长老，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你看看小妖，看看人家的认错态度，再看看你，小妖，你过来坐下吧，这次不是你的错。随后对着大黄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和挑衅的眼神。大哥，他装的，这丫头他装的。闭嘴！我问你，为什么让小瑶变成我的样子，带你去青楼？李家这么多人，你让他变成谁的样子不好，非得是我，老子的名声都他妈让你败光了。大哥，你别闹啊！你哪有什么名声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知道错了，我以后绝对不那么干了。你们去就去了，为什么又不带钱？你没长脑子是吗？大哥，你总说我没记性，你他妈倒是给我钱呐！你抓紧点提升实力，让人拎回来丢不丢狗啊？行，我马上提升。我也没有你那么变态啊。不行，我回麒麟族一趟，争点好东西，也提升一下实力。回一趟麒麟一族，倒也不是不行。麒麟一族应该有办法让大黄的实力提升一些。等以后有时间回去一趟吧。好。大哥，干什么呢？有心事啊？我在想，东西究竟在不在李家，而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呀，想那么多干嘛呀？既然那个陈天给你铺了路，总会遇见的，你就帮李家灭了焚天仙宗，那说不定东西自己就出来了呢。太上长老，如果你在李家找到了宝贝，会不会帮他们啊？应该会吧，毕竟拿了人家的东西，帮点忙应该的。既然如此的话，怎么都要灭掉焚天仙宗，无非是先找到宝贝还是后找到宝贝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还要纠结呢？哎呀，那你这丫头说的话有些道理啊。我看你啊，不仅仅在跟你自己较劲儿，也在跟陈天较劲儿，你何必执着呢？顺其自然不就好了？前辈，东西拿来了，您再看看。就在陈长安沉思的时候，李云天将李家所有的东西都带了过来。陈长安看了一眼李云天，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对于他拿过来的东西也并没有抱着什么希望。不用忙了，或许东西真的不在你们李家。李老匹夫，你给我滚出来！秦家的人，秦家的老祖。我来吧，毕竟这事情和你们李家并没有什么关系。此时秦家老祖来到了李家，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敢杀我们秦家的人。你们李家还真是好大的胆子！人是我杀的，和李家没有关系。啊？你杀的？开什么玩笑？你们李家都已经到了敢做不敢当的地步了吗？居然扔出来一个准仙境1重的小子，他杀的，你们李家人信吗？你们李家居然这么不要脸，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李云天，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们秦家一个交代。给你们什么交代？你们秦家的人跑到我们李家狮子大开口，是他自己得罪了人被杀了，那也只能说明他实力不济。陈前辈并没为难你们整个秦家，你就烧高香去吧。陈前辈，这家伙是不是因为焚天仙宗的事情失心疯了，叫这小子前辈？李云天，你我同为金仙境巅峰，你这样让我感觉很丢脸。就算你李家如今招惹了强敌，可也不至于这般不堪吧？准仙境你也叫前辈？秦家老祖鄙夷地看着李云天，看到秦家老祖这模样，李家众人感觉到十分的熟悉啊，这和当时的禽兽简直是一模一样。人是我杀的，你想怎么样？别废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你身上。好，你杀的人是吧？那我就让你偿命。好，那你跟我来吧。陈长安也不废话，身影一闪，此时已经飞到了半空之中。不知死活！上来了，那你下去吧。还没等秦家老祖反应过来，突然感觉到眼前一黑，人直接向着地面跌落了下去。这么快？前辈，您这是为什么？啊？怎么了？您拥有直接秒杀对方的实力，
为什么要先飞上天空呢？你们不觉得刚才我的样子很帅吗？啊，帅，就因为这个，没了？不然呢？对了，秦家老祖已经没了，应该不是你们的对手了。秦家的产业和好东西应该不少，便宜你们了，可不要被别人抢先了。多谢前辈提醒，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跟我去秦家！是，老祖。你可真行，一句话就让李家去帮你把秦家其他人给灭了。这叫什么话？那秦家的东西不也都归他们所有了吗？不付出就想要收获，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小妖，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陈长安突然注意到小妖的手上似乎拿着一块发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让陈长安的身体似乎有了一丝反应。难道说我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呀，我就看它挺好看的，就拿过来玩了。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你拿过来我看看。这是一块看不出来是什么材质的东西，散发着五彩斑斓的光。就是这个东西让陈长安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仿佛当初看到了胎珠的感觉。找到了，好像有可能。小杨，这东西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怎么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是那边一个小孩子手上拿着的，我给抢过来了。小孩子手上拿着的，被当成哄小孩的玩具了。这玩意到底是什么呀？会不会和胎珠一样？不过不对劲儿啊，胎珠是你娘胎里面带出来的，那这个呢，也是你娘胎里面带出来的。你娘肚子挺大啊！这东西和娘胎没有关系，应该是，我怀疑是陈天留下来的。别想那么多了，先试试，看看这东西有什么用。好，陈长安心念一动，发现这东西竟然真的化作了一股能量，冲入到了自己的额头之中。成了，成了，居然真的是这玩意儿！小妖，你猜这东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你看看你那么严谨干嘛呀？猜一猜嘛。猜不出来。那我猜，我觉得这是一个宝贝。只有你说吗？谁不知道是个宝贝？然而此时陈长安融合了那不知名碎片的能量之后，整个人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完了，怎么还呆滞了呢？这不会傻了吧？不会是中了陈天的道吧？那小子难道没安好心？陈长安，你能听到说话吗？不，你别吓唬我呀！你到底怎么样了？你……我没事，我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了，更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和这东西有感应。那你倒是说呀！换个地方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回去。好。回到了住处之后，陈长安先是布置了一个结界，隔绝了外界的声音。这么谨慎，不会是什么不得了的宝贝吧？确实是一个了不得的宝贝，这是法则碎片。法则碎片，那是什么东西啊？法则是啥？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没错，确实很厉害，法则之力非同小可。大黄，我曾经融合了胎珠之后，不是都会获得一个能力吗？以前我只知道这个能力很强，却不知道是什么。可如今我知道了，是法则之力。只不过这法则之力很弱，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真正的力量。而刚刚那个碎片就是法则碎片，正好和我自身获得的法则之力是相符的。这个陈天很厉害，他甚至知道我融合的第一颗胎珠获取的是什么法则之力，留在这里的也是相匹配的法则碎片。如此看来，陈天恐怕在太古仙域之中同样给陈长安留下来的9块法则碎片，和陈长安自身的法则之力是相匹配的。你和陈天到底什么关系啊？这么好的东西他都给你留下来了？我也想知道他怎么会留下来如此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一次的法则之力是什么呀？智慧法则。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直没搞懂有什么作用。陈长安融合的第一颗胎珠能量汇集到了额头之内，当时陈长安只是觉得自己的悟性以及灵魂变得更强了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感觉。所以智慧法则有什么用啊？除了拥有强大的悟性和强化灵魂之外，和它的名字一样，拥有无穷的智慧。智慧法则若是能够大成，能通晓过去未来，甚至是推演亿万年。最重要的是，对领悟其他法则之力有着事半功倍的加成。通晓过去和未来？你说陈天会不会也拥有智慧法则，所以他才会知道那么多事情，甚至是你所发生的每一步他都能够推演得出来？这个能力确实有点变态啊。一定有。太恐怖了，
你们两个都是变态，一个比一个恐怖啊！对了，那你还有什么法则之力啊？你不是融合了9颗胎珠吗？目前除了智慧法则之外，我能够猜出来的有生命法则、死亡法则、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还有一个能力是能够让我的实力在瞬间暴涨1000倍。我怀疑这是励志法则。至于那个能够在任何一个物品上面布置禁制的能力，我搞不懂是什么法则。心脏处融合的胎珠，我一直不清楚得到的是什么能力，好像在我体内沉睡了一样。而融合了最后一颗胎珠获得的法则之力，我可以肯定是毁灭法则，因为在赤月秘境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得到里面的毁灭之力和我最后获得的能力是一样的。不是，我怎么感觉咱们又要走老路了呢？太玄界找胎珠，到太古仙域还得找法则碎片，不是，咱们两个就是找东西的命。得找，这法则之力很强，非常强。当初在太玄界，我虽然拥有了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每一次使用都感觉有限制，或者说有极限，不能够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要不然的话，生命法则之力，我当初完全能够治好要你命的伤势。融合了这法则碎片之后，我感觉这个限制消失不见了。陈天将这些东西留下来，应该是知道我身体之中存在的法则之力是不完整的，或者是有限制的。虽然他这个人不怎么样，但留下来的东西还是不错的。你这现实的嘴脸，哎，之前不是说不喜欢按照他安排的路走吗？现在这咋了？尝到甜头了，无法自拔了？你懂个屁呀！我这叫审时度势，分析利弊。可能是融合了智慧法则碎片的缘故，我感觉我茅塞顿开。有好处的事情不干白不干，他愿意安排就安排呗，反正最后好处是我的。你一个狗脑袋能懂个屁呀！啊，对，我不懂，你懂，还什么茅塞顿开？哎，你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你当我不知道你？你是不是有点飘了？现在谁是大哥，分不清了。靠，陈长，你好样的啊！你牛逼了，你他妈就这么对我是吧？万年感情淡了，没了，散了吧！从今以后，你我两个分个。那哥，你是要给我钱是吧？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可是当陈长安拿出来了一大堆的仙灵石之后，大黄眼睛都亮了。这是普通的仙灵石吗？不，你他妈是婊子啊！哎呀，大黄，你真的一点底线都没有的吗？哼，你这丫头片子懂个屁呀！这叫兄弟感情，兄弟感情的懂不懂？不懂。不懂就对了，你又不是兄弟。哎，大哥，这些都是给我的吗？东西我给你，你怎么拿？你有纳戒吗？你天天背在身上。小妖，你先帮他拿着。大哥，你不能这么对我啊！我背着，我天天自己背着不行吗？要不然你也给我弄个纳戒呗，我能用，我也会用，套在我爪子上怎么样？财不外露，你太招摇了，还是交给小妖比较放心。是啊，太上长老。小妖啊，咱们俩是不是最好了？啊呸！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谁有钱你跟谁好，哼，没底线。哎，行，你说的都对，我就是没底线，给点钱呗，咱们俩谁跟谁啊，是不？哎呀，太恶心了！小妖别走啊，再聊会儿啊，哥得去吃好吃的呀，外面可多好吃的了。哼，我不信，你上一次就是这么说的，结果你带我去了青楼。相信我，这一次绝对是带你吃好吃的。真的？千真万确。好，我再相信你一次。前辈，我将秦家的东西也都拿过来了，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不用了，东西我已经找到了。找到了？不用这么紧张，是在你们李家找到的，是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中找到的。我正好想问你，那个五彩斑斓的五边形碎片，你们李家什么时候拥有的？五彩斑斓的五边形碎片，李家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东西了？居然还是在一个小孩子手上。这，前辈稍等，我去问一问。李云天连忙去询问了一番，这才重新回到了陈长安这边。前辈，我问清楚了，这东西原本不是我们李家的，是这孩子今天自己跑出去玩，不知在什么地方捡到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记得在哪里捡了这么个东西。这也是陈天的安排吗？他不是已经不在太古仙域了吗？为什么还能够操控现在的事情？又或者是，这是他早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东西是在你们李家找到的，算是欠了你们李家一个人情。梵天仙宗的事情我会处理，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多谢前辈。不用谢我，命中注定罢了。对了，梵天仙宗留给你们李家的期限还有多久？还剩下7天时间，我估计梵天仙宗派来的人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好，
等我先解决了此人之后，再前往焚天仙宗。前辈，有些事情我得提醒你一下。焚天仙宗的老祖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的一位后人加入了孟家。然后呢？前辈，您不知道孟家吗？不知道。这，好吧。五大仙宗被称为宗门最强代表，但也只是代表着玄天域宗门的实力，并不能够代表整个玄天域。除此之外，玄天域真正最强的就是孟家，一家独大，真正的王者。如今那焚天仙宗的老祖的后人便是孟家的当家主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毕竟本就没有多少人愿意招惹五大仙宗，更何况背后还有一个孟家，而孟家的最强者已经达到了天仙境巅峰，据传似乎已经到了半步仙王的境界。若是焚天仙宗出了什么事儿，孟家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否则的话，孟家岂不是颜面尽失？这么看来，我也应该努力提升一下修为了。似乎好久没有认真的修炼过了。正说着，陈长安直接拿出来了一把仙丹，扔进了嘴里。这是仙丹，而且还是3品仙丹，聚仙丹。这玩意儿贵不贵重先不说，谁他妈一把一把的吃啊？您平时都是这么修炼的吗？第一次，这玩意儿一般般啊。再来一把。时期已到，你们李家决定好了吗？决定好了。哦，准备归顺我焚天仙宗了吧？我们李家拒绝加入。拒绝加入？你可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李家绝对不会靠着出卖女眷的性命来苟且偷生。哼，简直是可笑！不过是女眷而已，你们李家还真是愚笨。既然你们如此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们焚天仙宗不客气了。这个交给我，其他的你解决。你是谁？幻花仙宗太上长老。幻花仙宗太上长老，原来是你！好，好，好，抓住了你，比灭了李家更有意义。抓住我！下一刻，人已经出现在了大长老的面前，右手直接抓住了对方的脖子。与此同时，一股死亡之力顺着陈长安的右手传入到了大长老的身体之中。你到底是什么人？拿你做一个实验而已，果然还是不够强，有极限。虽说自己的实力不断的提升，法则之力也跟着有所提升，但还是没有真正发挥出法则之力的威力。说说感受，能不能死？啊！你在说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说不出来话了吗？没事，我帮你一把。说罢，陈长安又将左手抓住了大长老，随后生命法则传入到了对方的身体之中。他到底是什么呢？让人生就生，让人死就死，这也太可怕了吧！行了，现在应该能谈一下感受了吧？你到底是？快说，刚才什么感受？我是不会告诉你的，要杀要剐。大长老感觉自己在生死边缘走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实在是太折磨了。算了，我已经不想听了，这么多次，我已经心里有答案了，你还是去死吧！啊，礼貌吗？你他妈礼貌吗？社里的事情解决了，咱们也该走了。哎，大哥，接下来咱们要做点什么呢？主动寻找还是被动一点？走一步看一步吧。先灭了焚天仙宗，然后咱们还是得以提升实力为主。毕竟我也不确定自己的这身体是否真的能够在太古仙域也是毫发无伤。大哥，你提升修为有点太难了吧？玄天域有什么比较合适的地方吗？不确定，找一找吧。也许走着走着，他就出现了的。都死了？你是说我们派去李家的人都死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李家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实力？大长老的本命仙牌难道没有传回来什么画面吗？没有，对方恐怕是连大长老的灵魂一起消灭了，所以本命仙牌完全碎裂，却并没有传递回来最后死亡前的画面。连灵魂都一起灭了，好狠的手段呢！宗主，要不要派人去李家查看情况？糊涂呀！派谁去啊？大长老都被人灭掉了，我去吗？李家恐怕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请到了帮手，这件事情需要从长计议。况且最近文家和赵家的人将女眷都送了过来，老祖这是繁忙的时候，
也不能够去打扰他老人家。等一等吧，先等一等再说。不如找一下孟家。暂时先不需要动用孟家的力量，有能力击杀了大长老，这李家究竟是攀上了什么人？在玄天域敢这么做，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虽然存在，可并不多。毕竟咱们和孟家的关系众所周知，难道是吴家和云家的人？宗主，能够杀了大长老的人还有不少，玄天域一些散修同样也有不少天仙境强者，为何会猜测到吴家和孟家？其他人敢承担可能惹到孟家的风险吗？别忘了，孟家那位主母和咱们老祖的关系可是非同寻常。明白，我懂。行了，这个事情就不用再做议论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否则不仅仅是对老祖不利，对咱们整个焚天仙宗都会很不利。是，宗主。大哥，要我说呀，李家人这么热情，你就应该多留几天，怎么着也得让他们好好感谢感谢你不是？就这么走了，有点可惜呀。别以为我不知道，李家的人答应你，以后可以免费去他们从秦家那里抢占的青楼。对，我也可以作证，我也看见大黄跑去找李家人谈这个事情了。走吧，赶紧去焚天仙宗，那里还有一条极品仙灵脉等着我呢。切，我着什么急啊？又不是我的极品仙灵脉，你有仙灵脉等着你，我还有那么多漂亮姑娘等着我呢。大哥，走啊，干什么呢？别愣着了，极品仙灵脉等着咱们呢。大黄嘟嘟囔囔的正在吐槽，陈长安一个眼神吓得大黄立马开口：大哥，什么情况？这地方怎么那么喜庆啊？焚天仙宗附近的一个城池之内，处处张灯结彩，好不热闹。好像是成亲，可是成亲不至于所有人家都张灯结彩吧？难道是这地方的城主成亲？这位老哥，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如此喜庆？哟，外来了吧？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城主之女马上就要嫁给焚天仙宗的老祖了，城主可是吩咐了，全城上下必须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你难道不是过来参加喜事的吗？焚天仙宗的老祖成亲，不太对劲啊！那老登天天找一些资质上佳的女子做炉鼎，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成亲呢？之前在李家的时候，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难道是最近才决定的？这成亲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传出来的？大概也就7、8天之前吧。其实我们也挺意外的，那可是焚天仙宗的老祖呀，就没听说过他娶妻生子，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中了这城主之女，而且听说焚天仙宗还很重视这一次的成亲仪式，但奇怪的是，并没有邀请什么宾客，而且我们都感觉有点仓促，7、8天之前决定的，再有5天就要成亲了，这么仓促？而且这可是焚天仙宗老祖的婚礼，居然不邀请宾客。老哥，多谢了。大哥，你说这什么情况？按理说这焚仙天宗的老祖可不缺女人呢，焚天仙宗一直在为他网罗各种资质不错的女子做炉鼎，没有必要娶妻吧？关键点恐怕就在这城主和城主之女的身上了。难道对方体质特殊不成？我倒是突然有点好奇，什么样的女子能够让焚天仙宗老祖如此重视了？城主大人，现在去追还来得及，别犹豫了。城主大人，您对我们有恩呐，这件事情我们去做，到时候您带着大小姐和夫人远走高飞，我们留在这里，尽量帮你们拖延一些时间。对方是焚天仙宗，背后更有孟家做靠山，我们能逃到哪儿去？恐怕还没有逃出这玄天域，就已经被他们抓住了。虽说天下之大，可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想要找到我们又岂是难事？若是用我的命能够换来青鸾这丫头的平安，我会毫不犹豫地付出生命。可就算我死了，同样改变不了青鸾的命运。焚天仙宗是不会放过她的。我这苦命的孩子。就在此时，城主也发现了陈长安的到来，不由得眉头一皱。你是何人？为何来我城主府？前往焚天仙宗，途经此地，听闻城主大喜，本打算过来看一看。不过，你们好像并没有什么喜事。你是焚天仙宗的人，难道你心里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喜事吗？城主误会了，我只是焚天仙宗的仇人，可不是他们的自己人。仇人？焚天仙宗的仇人？难不成他还打算以这样的修为前去焚天仙宗找麻烦？这不是找死吗？焚天仙宗实力强大，就凭你这点修为，还是赶紧离去的好，免得白白丧命。真想报仇，还是先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吧。我既然敢去，自然是有十足的把握，这一点就不劳城主的关心了。
我只是好奇，焚天仙宗老祖这种货色，为什么会突然娶妻？看情况，并非是你情我愿，那直接抢夺不就好了？干嘛弄得这么大张旗鼓，人尽皆知的？这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你问这么多干嘛？难不成你还有什么想法？单纯的好奇。况且我这一次可是要灭了整个焚天仙宗，万一杀错了好人呢？所以想问问。哎呀，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啊！你别看我大哥修为只有准仙境，他可是幻花仙宗的太上长老，实力强的一批。别说是一个小小的焚天仙宗了，就是那孟家，我大哥都不放在眼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说没准我大哥一高兴还能帮你救闺女呢。幻花仙宗太上长老还是个男人，这怎么可能呢？大皇说的没错，我是幻花仙宗宗主亲传弟子，他就是我们幻花宗的大长老，实力嘛，哼，强的一批。没想到居然是幻花仙宗的太上长老，刚才多有得罪，还请不要介意。无妨，现在能说了吗？唉，既然您想要听，那说出来也无妨。此事还得从半个月之前说起。城主的女儿青鸾，如今已经100多岁的年龄，但这个年龄放在太古仙域并不算很大。一直以来，青鸾的身体都十分的不好，每到阴日阴时，身体都会散发出寒气，整个人如同一个冰块一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城主靠着自己的修为，强行压制住青鸾体内的寒气，才让她活到了现在。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的就被焚天仙宗的老祖知晓，当时就派人来到了城主府。原本对方的打算确实是将人抢走，奈何青鸾态度强硬，以死相逼，焚天仙宗不得不采取了温和的手段。所以焚天仙宗就这么轻易的妥协了？以他们的能力，应该很容易就可以阻止青鸾赴死吧？唉，这丫头性子刚烈，她说过，若是对方强行霸占的话，她有10000种办法能够杀了自己。而焚天仙宗老祖似乎很在意青鸾的死活，所以这才没有选择强硬的手段。焚天仙宗老祖说，既然要成亲，那就要让人觉得是青鸾主动要嫁给他，而不是他逼迫的。哼，居然让我命令全城百姓家家张灯结彩，越热闹越好，这不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吗？大哥，我好像知道什么原因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青鸾的体质恐怕是极阴圣体。那焚天仙宗的老祖不是喜欢找人做炉鼎修炼吗？这体质一般人根本就承受不住，但却十分的适合成为炉鼎。焚天仙宗的老祖寻找炉鼎采阴补阳，但是寻常的女子恐怕根本就承受不住。但极阴圣体则是不同，所以这个老家伙才会如此重视青鸾的死活。极阴圣体，大黄，你对这种体质了解多少？这种体质十分的难见，最主要的原因是寻常人根本就承受不住体内的寒气，可能出生没多久就会夭折。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族大势力之中基本上不会诞生拥有极阴圣体的婴儿，大多数都会出现在普通人家庭，所以夭折率极高。再加上这种体质的人本来就不多，所以整个太古仙域之中拥有极阴圣体的人恐怕找不出来3个。可若是对方能够承受得住极阴圣体的话，修炼速度十分的恐怖，是其他人的10000倍还不止。若是体质有一个排名的话，极阴圣体能够排在前5。原来是极阴圣体，难怪最近2年就连我都有些压制不住青鸾体内的寒气了。真是没想到青鸾居然拥有传说之中的极阴圣体。我不希望他拥有什么传说之中的体质，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您是幻花仙宗的太上长老，您又和焚天宗有仇，对不对？求求您，能不能帮我救救女儿啊？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照做，绝对不会推辞。这是我云家一直以来传承的宝贝，只要您能够救了我女儿，我愿意将这宝贝送给您。云城主此时也拿出来了自己家传至宝。这股能量波动好是奇怪，这是什么东西？我操！你们云家还有这种宝贝呢？大哥，这他妈是龙元呐！什么是龙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拥有纯正龙族血脉的龙，体内的能量精华就叫龙元。这玩意儿可是十分的珍贵，毕竟谁有那么大胆子，没事跑去击杀龙族，这不活够了吗？龙族的实力可是很强的，而且十分团结。你居然有这种东西？云城主此时也是一脸懵逼，他就知道这是家传至宝，可具体是什么他也不清楚。你姓云？那和玄天域的云家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龙元十分珍贵，你确定要送给我？龙元虽然很强大，尤其是对于咱们修炼者而言，
但这东西就算我现在服用了，又能怎么样？能够让我短时间之内拥有拯救女儿的实力吗？不能。我相信，若是云家先祖知道了我的决定，也不会怪我的。好，龙岩你先留着，等我救回了你的女儿，你再交给我也不迟。我相信你的人品，东西你直接拿着吧，说不定关键时刻还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对了，这是我的玉佩，你带着吧，这样我家青鸾就会知道你是去救他的。云城主直接将龙源和玉佩都交给了陈长安。因为我不过是刚刚相见，你就真的这么相信我？不怕我是一个骗子吗？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孤注一掷罢了。况且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看人真准。放心吧，既然你这么信任我，我也不会让你失望的。东西我收着了，在家老老实实的等着女儿回来吧。青鸾小姐，这是老祖为您准备的，明天就是大婚之日，还请您好好配合，否则的话，后果如何，你应该很清楚。你很羡慕吗？当然羡慕啊，这可是嫁给老祖，这么多年了，老祖可是从未娶妻，这份荣耀谁不想要？荣耀？这份荣耀他宁可不要，他又不是不知道，这焚天仙宗的老祖究竟是什么货色呀？我累了，你下去吧。好。等到对方离开之后，青鸾眉头微皱，盯着嫁衣，眼神之中满是厌恶。难道我真的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了吗？他想死，但不敢死。他很清楚，如果他死了，焚天仙宗老祖的怒火将会蔓延到自己父母的身上。长叹了一口气，青鸾拖着疲惫的身躯，将桌子上的嫁衣穿在了身上，随后自己化了淡淡的妆。希望明天永远都不会到来。日落到日出，青鸾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当门被推开的那一刻，青鸾不由得心头一颤。这一刻终于还是要来了吗？此人没见过，穿着也不是焚天仙宗的服饰，那是我爹的玉佩。你怎么会有我爹的玉佩？还好在城州府感知过你的气息，不然的话还真不好确定你在什么地方。我叫陈长安，是来救你的。陈长安？救我的人？放心，真的是你爹求我过来救你的。这玉佩也是你爹亲手交给我的，他说过，只要你看到了这个玉佩，便会明白。怎么，还是不相信吗？我相信，也很谢谢你能过来救我，但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不会为了自己活命，让父母承担任何风险。焚天仙宗危险万分，你还是赶紧走吧，别把命丢在这儿。回去告诉我父母，我很好，不用为我担心。放心吧，谁都不会死的。你爹报酬可都给了，你不走，那这东西就白白的便宜我了。小杨，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啊，小妖，是谁啊？青鸾一脸震惊，下一刻他发现在陈长安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你是？现在起我就是你。不行，这样你会丢了清白，丢了命的，不可以。你这人倒是挺心善，放心吧，我可没有打算让自己人代替你嫁给那个老东西，不过是掩人耳目，将人都聚集到一起罢了。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将所有人都聚集到一起，杀起来不方便。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相信我们太上长老，跟着他先离开这里。可是我们怎么出去啊？我没有办法和他一样完全将自己隐藏起来，我这附近还有不少的人都一直在监视着我。咱们对了，咱们的对话不会已经被他们听到了吧？放心吧，你这个地方我已经布置了阵法，屏蔽了一切声音和气息，估计焚天仙宗的人马上就会发现不对劲，所以你必须现在就跟我走。这好吧，怎么走？就这么走。大哥，你们回来了，果然是金银圣体。大哥，你捡到宝了。说什么胡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大黄，你留在这里好好的保护他，我还得去一趟焚天仙宗。大哥，要不别去了，就让小妖那么嫁了吧，就没准儿还能用他善良的心去感化了焚天仙宗的老祖呢。这话我会告诉他的。大黄，别忘了你的零花钱可都……大哥，你青哥，我就是开了个玩笑，你咋还认真了呢？大哥，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他啊！行了，没工夫跟你扯淡。行了，你就留在大黄身边，现在哪里也不要去。等我回来之后，送你回家。多谢恩公救命之恩，青鸾日后必定报答。不用了，你爹给了报酬的，谁也不欠谁。青鸾姑娘，你没事吧？没事儿。时间差不多了，需要我们进来服侍您吗？不用，我已经准备好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吧。走吧。
女弟子奇怪地看了小妖一眼，总感觉今天的青鸾似乎有些不太一样，难道是因为化妆的缘故吗？见过老祖，见过宗主，这边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怎么样？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不用，这样就很好。老祖，您不穿喜服吗？不穿了，都一样，到时候不都得是得脱吗？对，老祖说的是。那是不是将青鸾姑娘请过来，就可以直接开始了？去请过来吧，他想要明媒正娶，我已经满足他了。至于仪式什么的，能免则免，我讨厌这些。是，老祖。来了，青鸾姑娘来了。当看到青鸾的那一刻，焚天仙宗老祖不由得眉头一皱。等一下，你是谁？你不是青鸾。老祖，他就是青鸾啊，一直都在房间里面，我可以作证。胡说，青鸾是极阴圣体，他根本就不是。说，你到底是谁？小妖此时也是十分的紧张，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完了，也不知道太上长老此时回没回来，我要不要先逃？就在小妖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股能量围绕在了自己的四周。你又是谁？小妖见到陈长安出现，也是松了一口气，直接变回了本来的样貌。你究竟是谁？我的新娘到底在什么地方？小妖，你先走。好。对了，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陈长安，来送你们归西的。好，够狂妄，小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陈长安，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是你？你就是幻花仙宗的那位太上长老？太上长老，就这小子？老祖，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您汇报过。此人不知道为何成为了幻花仙宗的太上长老，而且焚天仙宗宗主将赤月谷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不由得让焚天仙宗老祖也有些刮目相看。难道说因为他长得帅，被陈婉清看中了？哼，真没想到陈婉清居然也是这样的人。要是早知如此，老夫当年倒不如表示表示，说不定幻花仙宗早就并入我焚天仙宗了。我没那么多废话和你们说。定字一出，整个焚天仙宗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陷入到了一片死寂之中。时间停止，还挺好用。陈长安施展了时间法则之力，将整个焚天仙宗的时间静止。他意念一动，顷刻之间，无数道剑气从身体之中迸发而出，向着焚天仙宗的弟子冲了过去。不过片刻时间，陈长安就已经将焚天仙宗弟子斩杀了80%之多呀。只可惜陈长安如今的法则之力还很薄弱，还没有等到他将所有人都斩杀，焚天仙宗的宗主和长老就已经恢复了正常。时间这么短，下一次应该先杀强者。就在陈长安思考的时候，焚天仙宗宗主和老祖已经向着陈长安攻了过来，两人的攻击结结实实的击中了陈长安。好玩吗？然而陈长安的声音出现，让两个人顿时感觉头皮发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究竟是谁？你不是准仙境的修为，难道你是仙王强者？难道是仙王巅峰？面前站着的这位很可能是仙王巅峰级别的强者，这样的人焚天仙宗怎么可能得罪得起啊？前辈，不知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前辈，还请前辈手下留情。对，从今以后，我们愿意为前辈鞍前马后，听从您的一切命令，还请前辈饶我性命。看看，你们两个还不如那些普通的弟子有骨气，就你们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够成为宗主，成为老祖，丢人现眼。陈长安鄙夷地看了两人一眼，随后直接出手将两个人彻底的抹杀。玄天域5大仙宗之一的焚天仙宗就这么无声无息，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被灭了。小妖，你回来了？大哥呢？大哥还没回来啊？怎么了？怎么了？你看他呀，犯病了。陈长安离开没多久，青鸾体内的寒气再一次的爆发，而且这一次爆发的十分强烈，这情况让大黄也是有些束手无策呀，只能够暂时的强行压制一下。哎呀，我不知道啊，太上长老让我先回来。哎，那现在怎么办？咱们两个一起试试。好，咱们两个一起试试。寒气爆发了吗？大哥，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快点，不然的话，寨头的命可就没了。怎么会这么强？大黄，你既然知道极阴圣体，那知不知道怎么压制这股寒气？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阴阳交融，缓和寒气。大哥，恐怕这事儿得靠你了，真是便宜死你了。啊，这么做好吗？大哥，你就别犹豫了，
他体内的寒气可是挤压了100年之久，如今彻底全部爆发，普通的方法根本就压制不了。人命关天，你就别矫情了，行不行？上吧！滚蛋！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做不出来，这是为了救人，占便宜只不过是救人那种方式。当初你在混乱之区，那不是挺快乐的吗？也没见你说自己趁人之危啊。情况不同，在混乱之区，那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如果我若是趁着青鸾寒气爆发之时对他做了什么，那我和焚天仙宗那个老逼灯有什么区别？寒气，镇压寒气。有了！突然，陈长安心头一动，连忙将龙元取了出来。我操！我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忘了？龙元之中蕴含的阳气很强，或许真的能够和他体内的寒气交融。只不过，大哥，这东西可是人家云城主送给你的。这一次可他妈干了赔本买卖了，啥也没捞着。算了，救人要紧，这东西本来就是他们云家的。当龙元的能量慢慢的进入到青鸾的体内之后，他身上的寒气也在慢慢的消退。太上长老，这算是稳定下来了吗？目前来看，应该算是稳定下来了。最后能够怎么样，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走吧，带着他，咱们先回焚天仙宗。回去干嘛？极品仙灵脉，这个也错过了，那他妈我真是白忙一场。况且他现在的情况，也需要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小杨，这段时间你看着他一点，我去修炼闭关。道皇，你把外面的尸体处理一下。还有，这焚天仙宗应该也有不少好东西，别客气，有你们2个用得到的，你们自己分配，该吃吃，该喝喝。陈长安安排好了一切之后，这才在焚天仙宗找了一个地方开始闭关修炼。我是死了吗？青鸾足足沉睡了1个月，这才清醒了过来。当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放心吧，死不了的。你是那个变成我的人吗？没错，是我。啊，行了，你这一次可是因祸得福了。我大哥把你爹给的报酬都用在你身上了，亏大发了。啊，陈公子呢？修炼中呢，勿扰。那我先不打扰他了，等陈公子修炼结束，我再好好谢谢他。说完之后，青鸾打算起身活动筋骨，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起身动作，却让青鸾大吃一惊。青鸾此时是一脸震惊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就是一个起身的动作，怎么就飞出来了？他好像有点不太适应，毕竟从来没有修炼过，还无法掌控他现在身体之中的能量。青鸾之前从来没有修炼过，可这一次寒气爆发，再加上龙元的融合，竟然让他的实力直接提升到了真仙境巅峰。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赚大发了你！修为直接达到了真仙境巅峰，你爹也不过只有金仙境而已。你虽然没有修炼过，但不至于对修炼的事情一点不懂吧？大哥不在，我也没什么好教你的。这样吧，让小妖先带着你学学怎么掌控你的身体之中的力量吧。这麻烦2位了。不用客气，我收钱呢。送你回家的时候，记得跟你爹说。这是自然。就在小妖指导青鸾如何掌控力量的时候，孟家家主夫人此时带着人已经来到了焚天仙宗附近。夫人，虽说这焚天仙宗老祖和您是至亲，可这种事情让我们过来就好，您为何一定要跟来呢？是啊，这一路也是辛苦夫人了。老祖娶亲，我自然要亲自过来。我也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让老祖动了娶亲的念头。别说那么多了，抓紧时间赶路。是夫人。孟家族人身影一闪，此时已经出现在了青鸾他们的面前。焚天仙宗的人呢？人都出去玩去了。焚天仙宗老祖带队集体出游。大黄随口胡说的本事可是炉火纯青。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否则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孟家的人。我说的就是实话。老祖成亲了，高兴，带着大家出去玩去了。这不是留下我们几个来看家吗？看家？2个女人1条狗？不对，还有一个人的气息。你和一条狗废什么话？他一定是在说谎，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是夫人。等一下，你们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我说还不行吗？真是的。好，那你说人都哪儿去了？死了，被杀了，死的那叫一个惨呢。焚天仙宗一个活口都没有，都被人给杀了。不可能，这玄天域之中，没有谁敢对焚天仙宗动手，更不敢灭了焚天仙宗。你在说谎。你看，那你们让我说，我说了，你们还不信，真难伺候。尸体都在那边呢，不信你们自己去看去。你去看看。是夫人。死了，夫人都死了，好多尸体。都死了，就连老祖也死了。
都死了。说，是谁杀的？你们为什么会留在这里？是不是你们杀的？别开玩笑了，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这不是见这里人都被杀了，过来占点便宜吗？人真不是我们杀的，我可以对天起誓，这焚天仙宗之内，若是有一个人是我杀的，我天打雷劈。夫人，他敢对天起誓，看样子应该不是他。那你们两个呢？夫人，他们两个的修为都是真仙境，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你们不知道凶手是谁，对吗？不知道。既然如此，那留着你们也没有什么用了，杀了他们。啊，这娘们是个疯子吧？是，夫人。大黄此时慌得一批，直接大声的喊着：“大哥，别练了，你兄弟我要挂了！”大哥，喊谁都没用。孟家族人冷笑一声，正准备出手，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动弹。与此同时，孟家夫人此时带来的这些人，一个个的都陷入到了静止的状态之中。喊什么喊？这不是来了吗？大哥，你他妈故意的吧？专门等到这关键时刻出现。巧合，纯粹是巧合。啊，你的实力？陈长安向着青鸾看了过去，他也十分意外，没想到这青鸾的实力居然直接变成了真仙境巅峰。你们两个也突破了。这焚天仙宗好东西不少，能吃的我和小妖都给吃了。你也不怕撑死你？大哥，这就是你不懂了吗？我们是妖族，妖族的强大之处就在于我们的身体承受能力很强。多谢恩公救命之恩，若不是您，恐怕我……起来吧，一切皆有定数。顺便传授你一门功法。说罢，陈长安手指一点青鸾的额头，功法瞬间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大哥，你还有关于极阴圣体修炼的功法呢？之前没有，修炼的时候偶有感悟，自创的。啥？你修炼的时候还他妈有闲心自创功法？变态，越来越变态了。自创功法不奇怪，可是在修炼之中还能够分心自创功法，这也太狠了吧！大哥，你确定自己自创的功法就真的适合他吗？是因为之前压制他体内的寒气，所以才有所感悟。我现在的悟性，我自己都感觉可怕。这功法，我感觉品阶或许能够达到顶级。顶级仙法，自创的顶级仙法，难道这就是智慧法则的可怕之处吗？恐怖！大哥，你真是越来越恐怖了。哦，对了，你修为是不是耽误了？为啥只有准仙境9重巅峰啊？没耽误，这极品仙灵瓣不足以支撑我突破到真仙境。那个，你们是不是把他们给忘了？他们？没事，对付他们还是很容易的。陈长安随意的伸手一挥，一股毁灭之力直接将孟家夫人等人包裹起来。我操，这啥手段啊？大哥，你又变态了！看到这一幕，大黄此时是一脸的震惊。在毁灭法则之力的摧毁之下，孟家夫人等人活生生的被撕成了碎片。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力量，哼，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画面。算了，以后尽量少用吧。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好待的了，咱们也走吧。哎，好。居然连灵魂都消灭了，好，好，好！看来我孟家这些年真的是太低调了。查，一定要给我查出来！我要让整个玄天域的人知道，动我孟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是，教长下属。本宫，您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我真的是无以为报啊！哎，能报！那不行，你把你闺女送给我大哥哥就行了。大黄，这大黄的话让云城主也是有些尴尬呀，哪有送礼送闺女的呀？恩公救我性命，赠我功法，对我有再造之恩，我想拜恩公为师，还希望恩公能够不要嫌弃。拜师？你先起来吧，我只是送你回来，马上就要离开。没事，这丫头可以跟着你，孩子大了，也是时候出去闯闯了。对，让青鸾这丫头跟着你，我们也放心呐。大哥，收了吧，你看人家这一家子盛情难却呀。好吧，那你起来吧。是，多谢师傅。大哥，你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呢。虽然说丢了一个龙源，可是你得到了一个大美女，而且还是未来潜力无限的大美女，你赚大发了。哎，你这算不算是财色兼收啊？龙源也算用在自己人身上了。哎呀，你一本万利呀！这话大黄是不敢直接说出来的，只能够传音给陈长安。我是正人君子。我们知道啊。云城主等人一脸懵逼的看着陈长安，完全搞不懂他这没来由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没有至阴的人品呢。陈长安一时大意，竟然忘了传音，这让大黄直接没忍住大笑了起来。我的意思是，
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既然你们的女儿拜我为师，那我也不能太吝啬。我不用，真的不用。哎呀，恩公，您能够收小女为徒，这已经是她三生有幸，是我们云家之福了呀，怎么还能让您破费呢？对，您这样真的会让我们无地自容的。好，你们是明事理的人，那就这样吧。好。